一颗雪花拍在了男人脸上，却让他瞬间想出了一条活命的办法。面对前方一大片弓箭手，他不往后逃，反而拉着同伴冲锋。你疯了？风是逆的，逆风咋了？蛮子的箭阵是抛射，顺风射程能多出50步。今天的雪沫子是往咱们脸上打的，也就是说，站得越远，越容易被射中。但冲到前面去，还是有可能中箭啊！看见前面那几个土包了吗？等会儿第一波箭雨下来，咱们往那儿滚。那土包是上一轮冲锋留下的死角，箭射不到。放箭！骑兵准备冲锋！你小子有点邪门，怎么今天跟换了个人似的？还没完呢！真正的屠杀现在才开始，隆隆的马蹄声越来越近，哪怕隔着土包，江鼎也能闻到那股逼人的杀气。蛮族的铁骑不需要什么战术，他们只需要凭借战马的冲击力和厚重的铠甲，直接从这群叫花子一样的死囚身上碾过去就行。我是做梦也没想到，自己只是睡了一觉，就穿越到大前帝国，变成了一个文弱书生，而且还被抓到北疆防线上，成了一名田豪人。所谓的田豪人，其实就是专门用来消耗敌军箭矢、填平敌军陷阱的肉盾。在军籍册上，他们这帮人的名字早就被勾掉了，剩下的只有一个代号——炮灰。哼，我不会死在这儿，我还要想办法回去。你们想活吗？废话，想活就听我的，别站起来跟他们硬拼，咱们跳进那里。那是粪坑，那也是活路。快，把毛尖斜着向上，抵在沟沿的冻土上。第一匹战马从他们头顶飞跃而过，马蹄带起的泥土溅了他们一脸。紧接着是第二匹、第三匹，前方的阵线瞬间崩溃，无数死囚被撞飞，被踩成肉泥，惨叫声交织成一片地狱般的交响乐。但就在这时，一匹战马或许是因为被地上的尸体绊了一下，前蹄没能完全越过这条浅沟，重重的踏在了沟沿上。就是现在，就是现在！该死！快把那蛮子的刀剪了，还有那件皮甲。哎，这还带着酒呢。在这个人命如草芥的乱世，想要舒舒服服的泡个澡，看样子还得再杀不少人啊！蛮子的马奶酒真是好东西。这瞎老头真是不简单，刚刚那一刀，精准的避过骑兵的铠甲，切到了脖颈的缝隙。这等功夫，没个几十年都练不出。这死囚营里，居然卧虎藏龙。瞎老头其实并不瞎，江鼎之所以这么叫，是因为他左眼皮上有一道恐怖的刀疤，把眼睛缝死了一半，看起来很像瞎子。他和一旁的哑巴同属田豪人，但两人都不一般。瞎子武艺惊人，而那哑巴更是力大无穷，此刻正背着100斤的战利品，腰杆却挺得笔直。咱们是不是该回去了？急什么？这时候回去，督战队还没收工，咱们身上的东西能留下一半就算不错了。也是，那帮狗娘养的，蛮子冲锋的时候躲在后面抢功劳、抢战利品，倒是跑得比兔子还快。哑巴，把你脚上那双草鞋脱了，穿上这个。书生，你这是收买人心呐！这双鞋子在死囚营里，价值比一个娘们儿还高，你就这样送出去了。他是咱们这3个人里力气最大的，也是跑得最慢的。明天要是再打起来，还得靠他扛盾牌，脚冻坏了他就站不稳，咱们俩都得死。这就是江鼎的逻辑，绝对的理智，绝对的利己，但偏偏让人听着心里生出一股子从未有过的暖意。哑巴换上鞋子，抬起头冲着江鼎露出了一个笑容，然后拍了拍自己的胸口，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，意思是命给你。走吧，那帮吸血鬼应该撤了，咱们回去抢个好位置睡觉。死囚营的夜晚比战场更像地狱，为了防止哗变和逃跑，几千个幸存下来的死囚被赶进了一个巨大的围栏里。这里没有帐篷，只有几个用来取暖的火堆，所有人都在拼命往火堆旁边挤。为了争夺靠近火源的那一点点位置，
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。当江鼎带着瞎子和哑巴走进围栏的时候，立刻引来了无数道贪婪的目光。原因无他，他们太富了。哟，这不是那个新来的小白脸吗？我从地上随意抓了一把湿沙土，半个小时后，我将用它杀一个人。从战场回到死囚营的路上，我便一直将湿沙土攥在手心里，用体温烘干，再掺杂了一些石灰粉，藏在袖中。因为我知道背着这么多战利品进死囚营，必定会遭到别人的抢夺。哟，这不是那个新来的小白脸吗？运气不错，还能活着回来。不过你们得懂规矩，新来的想要烤火，得交点入伙费。这位大哥，我们也只是侥幸捡了条命回来。这大冷天的，大家都不容易，行个方便。方便？老子给你方便，谁给老子方便？少他娘的废话！把那个水囊还有那个傻大个背后的包裹留下，人可以滚到那个角落里去蹲着，否则……书生，这帮人是真敢杀人的。待会儿我拖住他，你带着哑巴往那边跑。那就是没得谈了。谈你！哑巴，撞！瞎子，刀给我。此时的刀疤流已经被同伙拖出了火堆，但半张脸都烧烂了，还在痛苦的抽搐。我提着刀缓步走来，他周围的小弟甚至都不敢上前，全被我刚刚的举动吓傻了。在这个地方想让人怕你，光靠拳头是不够的，你得让他们知道，惹了你，代价是他们付不起的。这地方我要了，谁有意见？很好，哑巴，把那块肉拿出来烤了。瞎子，把酒给我。哑巴，帮我找了个破瓦罐，装了些血，放在火边化开。你这是要干啥？洗脚。啥？在这儿洗脚？我都3天没洗澡了，身上都要臭了。洗个澡是不指望了，但至少得把脚洗干净。人活着总得有点讲究，不然跟这地上的死猪有什么区别？舒坦，疯子，跟着疯子混，总比跟着傻子死得快要好。而且我这个疯子能带你们活得像个人样。将军，这就是那个杀了蛮子百夫长的小子，看着有点不像个当兵的，倒像是个来踏青的公子哥。杀人实如恶鬼，享受实如贵胄。这种人要么是疯子，要么是天生的枭雄。那要把他调进亲卫营吗？不急，亲卫营太干净了，养不出狼，让他在这泥潭里再滚几天。我倒要看看他这只爱干净的野狗到底能咬死多少人。醒了？亏你睡得着。昨晚至少有3拨人想过来摸营，还有2个不长眼的想动刀子，让我卸了胳膊扔到粪坑里去了。哈哈，这不是知道你在旁边吗？辛苦了。谁干的？报告大人，是我。你就凭你这副小身板，能杀了刀疤流？这货虽然是个废物，但好歹也有一把子力气。在战场上比的不是谁力气大，是比谁脑子好使。这人昨晚想要抢夺大人的战利品，小的为了维护军纪，不得已才动了手。维护军纪大人的战利品？少他娘的，跟老子扯淡！在这死囚营里，人命比草还贱，杀就杀了。但刀疤流欠老子5两银子，现在他死了，这笔账老子找谁算？敲诈我，那好办，最怕的就是你不要东西。哑巴，包给我。大人，刀疤流欠您的5两银子，这把匕首应该够抵了吧？这些都是那个蛮子身上的。大人，这些不重要，匕首抵那5两银子是替刀疤流还的债。此外，小人包里还有其他东西，想跟大人做个买卖。买卖？你一个死囚跟老子谈买卖？买卖？你一个死囚跟老子谈买卖？信不信老子现在就砍了你？这些东西照样是老子的。大人当然可以杀了我，但杀了我，大人也就只能拿这么一次。昨天的蛮子只是先锋，真正的大仗还在后头。我是读书人，懂点兵法，也会设陷阱。只要大人能给我行个方便，以后我在战场上摸到的好东西，5成不6成都是大人的。大人您想想，是杀鸡取卵划算，还是养一只会下金蛋的鸡划算？张麻子沉默一阵后，最终答应了我的交易。
心满意足地把所有东西揣进怀里，这才装模作样地咳嗽了2声，冲着周围看热闹的死囚们吼道：“都看什么看？没见过处理军务吗？以后这片龟江江什么来着？江鼎。对，龟江鼎管。谁要是敢找他的麻烦，就是跟老子过不去。”你疯了！且不说那么珍贵的战利品，就说以后咱们打到的东西，真要给他交6成。6成？那是糊弄鬼的。战场那么乱，咱们摸到了什么？藏到了哪儿？除了天知地知，还有谁知？嘿，你这书生心真脏。这天中午，当别的死囚还在排队领稀粥时，我们3人却领到了3个硬邦邦的黑面膜，外加1小块咸菜疙瘩。但我并不满足，这只是个开始。下午的时候，张麻子又来了。这一次，他没来找茬，而是带来了一个让人心惊肉跳的消息：枪鼎，收拾一下，上面有人点名要见你。上面哪个上面？镇北军亲卫营，李将军的副官亲自来的，说是因为你那个献马坑有点意思，想问问话。是李牧之，那个大遣北境的定海神针，那个在后世史书上被称为悲情军神的男人。没想到这么快就要和历史名人见面了。死囚营，江鼎见过将军。听说你用粪坑杀了个百夫长。是。有意思，死囚营3000人都想逃跑活命，但只有你想到了在前方烂泥坑里藏身，还捅死了个百夫长。将军，我是个懒人，力气小，跑得慢，所以我只能动动脑子，用最省力气的办法保全自己，顺便让他们去死。你的手伸出来。虎口震裂，说明你不会用矛；下盘虚浮，说明你没练过武。眼神虽然狠，但那是被逼急了的狠，不是杀出来的狠。你是个聪明人，但不适合当兵。将军教训的是，我不想当兵，我原先只是个书生，现在想做个管账的先生。如果将军能赏个脸，把我调去后勤营，哪怕是去喂马，小的也感激不尽。想偷懒，我这人最看不得聪明人偷懒。既然你脑子好使，又不想出力气，那我就给你找个既能动脑子又能省力气的活儿。传令：死囚营将鼎杀敌有功，擢升为斥候标长。即日起，领死囚营第7小队，共计50人，划归镇北军前锋营节制。斥候标长，这哪里是省力气的活？斥候那是全军最危险的兵种，而且还是带着死囚营的那帮乌合之众。将军，怎么不敢？属下领命。书生，这斥候那可是9死1生的活儿，咱们这点人扔进荒原里，连个浪花都翻不起来。9死1生，只要有1线生机，我就能把它变成通天大道。李牧之，你想拿我当刀使？行，那我就让你看看，这把刀一旦开了刃，到底有多快。你去哪儿？去挑人。既然给了我50个名额，那我就得好好挑挑。我要把这死囚营里的渣子、废物、变态都找出来。正常人打不了的仗，疯子能打；正规军不敢干的事，我们能干。我只靠50个黑嬷嬷，就成了大前国第1个异姓王。而我所做的第一步，就是带着50个黑魔来到死囚营招兵。但我只要老弱病残，而能打能抗的统统要。都给老子站好了！江彪常说了，只要50个人，想吃饱饭的，想脱离田豪人身份的，觉得自己有本事的，就往前站一步。选我，彪常选我！我以前是镖局的烫子手，一把瓢刀使得贼溜。滚！傻彪常，我这力气！哑巴，扔出去！力气大有个屁用！去当斥候要的是脑子，要的是活命的手段。力气再大，你能大得过蛮子的铁浮屠，还是大得过那种能射穿城墙的巨弩？你出来！叫什么？回大人的话，小的没名字，大家都叫我地老鼠。犯了什么事儿进来的？偷了县太爷小妾的肚兜，顺便还拿了点银子。偷东西的时候被人发现了吗？没，绝对没。那天晚上县衙里养了3条恶犬，还有2个护院巡逻，都没发现我。要不是后来销赃的时候被当铺掌柜坑了，谁也抓不住我。行，留下了。瞎子，给他个馍。谢大人，谢大人。周围的死囚们都看傻了，他们都怀疑我脑子有病，选了个只会偷鸡摸狗的猥琐小贼。身材壮硕的镖师会被扔了出去，但接下来的半个时辰里，我的选人标准一次次刷新了所有人的认知。一个面黄肌瘦、走路都带喘的中年人被选中了，这人叫老黄，以前是个走江湖的郎中，因为用猛药致死了人被判了死罪。
我选他的理由是敢下猛药，说明心狠，能治死人，说明懂毒。一个少了2根手指的木匠也被选中。此人双手虽然残缺，但却极其灵活，嘴里整天念叨着什么墨家机关术。直到最后50个人选齐了，但站在我面前的不是一支威武雄壮的军队，而是一群歪瓜裂枣。瞎子，你看这队伍咋样？一群杂碎，带这帮人出去，怕是都不够蛮子塞牙缝的。杂碎好啊！正人君子在战场上死得快，只有杂碎才能像野草一样，怎么踩都死不绝。都给老子听好了！我知道你们都是什么货色，在外面你们是人渣，是败类，是过街老鼠，但在我这儿，你们是我的兵。我不管你们以前干过什么，也不管你们想什么，进了我的队就一条规矩：听话有肉吃，不听话连死都是奢望。说完，我便让这群杂碎在原地等待，自己则带上瞎子和哑巴前往后勤处。但去那不是为了要装备，而是为了看看那边有没有一些没人要的破烂。新来的斥候膘肠，给，这是你们的装备。就这些，这刀都成什么样了？爱要不要？猛火油、装水的破陶罐、生石灰。大人，那些破烂应该没人要吧？那是准备扔掉的废料。怎么，你们这帮叫花子连垃圾都要捡？我们要了，瞎子，让兄弟们把这些都搬走。另外，去一趟张麻子那儿，找他借几匹老马。要那些玩意儿干啥？咱们是斥候，骑着老马，推着板车去侦查，那还不被蛮子笑死？谁说我们要去侦查了？我们是去钓鱼。我明知道前方20里就是敌方骑兵的埋伏地，但还是带着手下前去偷袭，并且不带任何装备。膘肠前头2里地有马蹄声，听动静大概20骑左右，是蛮子的哨探。蛮族的哨探都是精锐中的精锐，虽然只有20骑，但估计一个照面就会把我们冲散。可我却丝毫不慌，其原因就在于干草下面藏着的陶罐。老黄，把你做的那种加料陶罐拿10个出来。木匠，把你做的弹射器藏好，等会儿及时把陶罐弹出去。哑巴，你最辛苦，待会儿蛮子来了，你就站在这路中间。那不是当活把子吗？对，就是当活把子。这块肉给你吃，记住要装出一副很拽、很看不起他们的样子。那我们呢？我们当然是装死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1刻钟后，一支蛮族游骑兵小队出现在了前方，在暗处悄悄观察着我们。原本他们十分警惕，可在看到路中间那像熊一样的壮汉在吃着风干牛肉，旁边横七竖八的躺着几十个穿着破烂号衣的大前士兵，甚至周围还有几个酒坛子时，顿时明白一切。神长，这是一群醉鬼，或者是逃兵，这就是一堆送上门来的军工和奴隶。大钱的军队果然已经烂到根子里了。兄弟们，冲上去！那个大个子留活口，带回去做苦力，剩下的全都砍了。那个坐在车上的，把他那身皮袍子给我扒下来。进了100步，10步，30步，点火！进了100步，10步，30步，点火！这不是什么精准打击，就是纯粹的火力互补，并且这火根本不会被地上的血吸，因为陶罐里面不止几个人。老黄还往里面加了白磷粉、硫磺，用血去扑，反而烧得更旺。这就是我给你们上的第一课——化学战。风雪渐渐停了，但鬼窟岭前的这片雪原上，热度却还没散去。那20名不可一世的蛮族游骑兵，已经被这种来自后世的炼狱配方活活烧死。吐完了吗？吐完了就干活。你是贼，搜身这种事不用我教你吧？膘肠，这还能搜出啥？都烧成这样了。烧的是皮肉，金银怕火炼吗？还有那几匹马，除了被烧死的那几匹，剩下受惊跑散的，哑巴已经去追了。咱们今晚能不能吃上炖马肉，就看你们手脚麻不麻利。听到炖马肉3个字，周围那些原本还一脸惊恐的死囚们，眼睛里瞬间冒出了绿光，此刻像是被血腥味刺激到的秃鹫一拥而上。他们在尸体上翻找，甚至为了争夺一把还没完全烧火的弯刀而互相推搡。眼前这帮人真是一群疯狗。疯狗好用，但疯狗也容易咬手，得给他们立规矩，得给他们喂肉，也得给他们套上链子。老黄，膘肠，您吩咐。那边有个神长，还没死透。
去问问他们的大部队在哪儿。这次南下到底有多少人？你知道怎么问吧？标长放心，我是至死过人，但让人想死死不了的本事我也有。只要他还有一口气，我就能让他把小时候尿过几次床都说出来。别弄出太大动静，吵得我头疼。标长招了，这帮蛮子是黑狼部的前锋，一共3000人，已经绕过了虎头城的正面防线，准备突袭后方的粮道断崖口。这20个人只是探路的。断崖口是虎头城的命脉，一旦那里被切断，前线的2万镇北军就会断粮，到时候不用蛮子打，饿都能把人饿死。一旦虎头城破了，我大概率也会被蛮子抓去。不行，得做出行动。都过来，给老子站好了！今天这一仗打得还行，但是按照死囚营的规矩，你们手上这些东西都要上交，然后他们能奖励咱们几个黑面魔。可在我江鼎的队里，规矩我说了算。马肉今晚管饱，马皮做靴，一人1双，金银平分。回了城，老子想办法给你们弄酒、弄女人。标长，这不合规矩吧？这可是杀头的罪名，要是让督战队知道了……哼，督战队在这片荒原上，老子就是规矩。不过，如是谁没按我的规矩办事儿，或者是把今天的事儿往外漏半个字，老黄，你的那些药粉还有剩下的吗？有，多的是。那种药吃了之后人不会死，但全身的皮会一点点烂掉，痒的你想把自己骨头挠出来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回答声整齐划一。这群疯狗在肉骨头和大棒的双重刺激下，终于低下了头颅，认了我这个看起来文弱的主人。标长，咱们回营。回个屁！没听老黄说吗？蛮子要偷袭断崖口，咱们现在回去，那帮正规军的大爷们肯定还要开会扯皮。等他们动起来，粮道早就被断了。那咱们去断崖口，咱们这点人去送死啊！那可是3000蛮子。不打，我们是斥候，任务只是送信，只是普通的送信。那帮大爷未必信，咱们得送一份大礼。地老鼠，蛮子旗帜拿来，木匠帕衣服做草人，绑马后，咱们去演场大戏。再快一点，再成1里。开门！快开门！我们是前锋营的斥候，蛮子大军杀过来了，听见没有？快开门！站住！口令！口令！你大爷！没看见后面的蛮子吗？老子的兄弟都死绝了，那是黑狼部的主力，快放老子进去报信！要是耽误了军情，李将军砍了你的脑袋！是黑狼部的辫子。难道探报是真的？千夫长看着这人头，再看远处那漫天的烟尘和隐约传来的喊杀声，顿时不再怀疑。可他不知道，那烟尘是我令人在蚂蚁巴上绑树枝拖出来的，而那动静则是瞎子带着人在后面敲锣打鼓。开门，快放他们进来，准备迎敌。水，给我水。兄弟，前面什么情况？蛮子有多少人？多，太多了，漫山遍野都是。他们要烧粮草，快给李将军发烽火，迟了就全完了。快点烽火，向大营求援。随着千夫长一声令下，断崖口的3座烽火台瞬间燃起了冲天的狼烟，我的嘴角微微勾起了一抹得逞的笑意。这烽火一点，整个北境防线都会动起来，李牧之的大军会立刻支援这里，那支准备偷袭的蛮族3000人不死，敢露头就会被秒。这根本不是谁报信，这是一场教科书般的假传军令加借刀杀人。标长，咱们这么玩，要是被查出来，等他们查出来的时候，咱们已经是立下救命之功的英雄了。而且今晚这顿饭有着落了，听说断崖口的伙食不错，有肉包子。大人赏口吃的吧，兄弟们3天没见粮了，当个饱死鬼也不枉了。管够，肉包子管够！来人，把库里的酒也搬出来，让兄弟们吃好喝好。这也行。我们吃得满嘴流油，而此时城墙上已经乱成了一锅粥。正如我所料，黑狼部的3000前锋真的来了。他们原本是想趁夜偷袭，结果还没到关口，就看见了那冲天的烽火和严阵以待的守军。但那黑狼部的首领是个暴脾气，仗着自己有3000人，
而断崖口的守军只有不到800，就打算强攻。膘肠怎么跟不上？上去干嘛？当肉盾？可是，老黄吃饱了吗？饱了。好，时候也到了，干活。干活终于要上了吗？不是上，现在的风是从咱们这儿往谷口吹的，是个好风，别浪费了。膘肠，您是想用那个？那几车没烧完的干草推到城门口去，把你那点压箱底的佐料都撒上去，特别是那个叫什么断肠草粉，还有那些辣椒面、硫磺，有多少撒多少。得令。不一会儿，城门洞里就堆起了一座小山似的尸草堆。此时，城墙上的战况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。蛮子太凶悍了，已经有几十个黑狼部勇士登上了城口，正在跟守军展开肉搏。那个千夫长浑身是血，正在拼死抵抗，眼看就要撑不住了。再去，请那位斥候表长，让这个人上来顶住！快去！是，我这就去。报大人，那个膘肠说他吃撑了，动不了。不过他说他给蛮子准备了一道饭后甜点。甜点？什么甜点？老子都要死了，还吃甜点？这是什么鬼东西？痒，好痒啊！大人，趁现在射箭，射箭啊！哦，还有，再拿点肉包来，我刚没吃饱。弓箭手，放箭，射死这帮狗娘养的！援军是李将军的亲卫营。李牧之来了，他带着3000黑甲铁骑，如同一道黑色的洪流，狠狠地撞进了蛮族混乱的后阵。不到半个时辰，战斗结束。他骑着高大的黑鳞战马走进断崖口，可第一件事就是寻找我在哪。听说你假传军令。将军这话说的，怎么能叫假传军令呢？我只是作为一名尽职尽责的斥候，提前预判了敌人的动向，并用一种稍微夸张一点的方式，引起了友军的重视而已。稍微夸张，为何不第一时间通知我？求救的狼烟意味着城破在即，我若是不来，或者是来晚了一步，你知道按律该当何罪吗？夷三族。那你还敢？我有把握将军会来，而且用我这一颗脑袋换这黑狼部2000精锐，再加上断崖口的粮草无余，这笔买卖，将军觉得亏吗？从死囚营的陷马坑到断崖口的毒烟阵，再到这胆大包天的烽火戏诸侯，这人够狠、够胆、够无赖。我不杀你，也不治你的罪，但你也别想在这儿偷懒了。收拾东西，带上你的那50个杂碎，跟我回大营。从今天起，你的死囚即免了，给我当个军师吧。正好，我缺个会算账、心眼还多的坏人。膘肠，咱们这是升官了？升个屁！这是被大资本家看上了，以后怕是要把咱们当驴使唤了。大资本家，这是活着的滋味。膘肠，哦不，现在该叫江参军了。您说这李将军到底是个啥意思？给您封了个参军，却连个正经的官印都没给，就给了这一顶破帐篷和这桶热水。你懂个屁！这桶热水比官印值钱，这说明在李牧之眼里，我是自己人，是可以关起门来过日子的。要是真给我那个大印，让我去跟那帮眼高于顶的将军们混在一起，那才叫遭罪。可是刚才我去领物资的时候，听见那帮亲卫说，朝廷派来的那个监军太监刘公公正在中军大帐里发飙呢，说是要治咱们烽火戏诸侯的罪，还要把您的脑袋砍了挂在旗杆上。刘公公，大前王朝之所以烂，一半是因为皇帝昏庸，另一半就是因为这帮太监。打仗不行，搞钱内斗第一名。李将军，咱家的话你是不是当耳旁风了？那个叫江鼎的死囚谎报军情，点燃烽火，害得三军妄动，空耗粮草。按大前律例，这是斩立决的死罪。你不仅不杀他，还封他做什么参军？怎么，这镇北军是你李家的私军不成？刘公公言重了。江鼎虽然手段过激，但他不仅保住了断崖口的粮草，还全歼了黑狼部2000精锐，功过相抵，甚至功大于过。我用人只看本事，不看出身。
本事，一个只会用毒烟下三滥手段的泼皮无赖也能叫有本事。咱家听说他在断崖口还私吞了战利品，甚至逼着守军给他做肉包子吃。这种目无军纪的兵痞，若是重用，朝廷的脸面何在？圣上的威严何在？脸面，公公，这里是北境，是死人堆，脸面挡不住蛮子的弯刀，也换不来百姓的安宁。若是能打胜仗，别说是个兵痞，就算是条狗，我也供着。你个李牧之，你这是拥兵自重，咱家一定要上折子参你一本。那个，打扰一下，刚才好像听到有人说我是狗。哟，这位穿的跟个红包似的，莫非就是传说中的刘公公？疯子，见到监军大人还不下跪？我这人膝盖有毛病，跪天跪地跪父母，就是跪不下去没根的东西，这是病，得治。可惜这里没药。你说谁没根？谁答应就是说谁呗。再说了，公公刚才不是要砍我的脑袋吗？都要杀我了，我还跪你，那我不是犯贱吗？你，来人，给我拿下！乱刀砍死！你，来人，给我拿下！乱刀砍死！够了！公公，江参军是我请来议事的，如果您觉得不是，可以先回帐休息。好的很。李将军，这笔账咱家记下了。希望等蛮子大军压境的时候，你这位有本事的参军还能笑得出来。爽，江参军，俺服你，这话骂得痛快。痛快是痛快了，但麻烦也大了。刘景年睚眦必报，他若是断了咱们的冬衣和粮草，骂舒服了，还行，7分饱。将军，骂他不是为了出气，是为了让他滚。接下来的话他在场，不方便听。说，各位将军都在担心黑狼部的主力，但在我看来，黑狼部只是一条疯狗，真正的猎人在这儿。金帐王庭，黑狼部那3000人不惜绕远路也要偷袭断崖口，真的是为了粮草吗？不，他们是为了声音。声音。断崖口一旦被袭，烽火一起，将军势必分兵去救。而一旦大营分兵，金帐王庭的5万铁骑就会趁着兵面结实，直接踏冰过河，直插大营的心脏。这不可能！黑水河虽然结冰了，但冰层并不厚，根本承受不住大队骑兵的冲锋。蛮子又不傻，怎么会冒这种险？这是我在那个神长身上找到的。这种橙色的金子不是黑狼部那种穷部落能有的，这是金帐王庭的赏赐。那个神长临死前招了，他们这次南下，每匹马的马蹄上都裹了厚厚的毛毡。一开始我以为是为了消音偷袭，但后来我想明白了，裹了毛毡不仅能消音，还能增加摩擦力，分散压力。再加上这2天骤降的大雪，冰面会被冻得比石头还硬。5万铁骑裹着毛毡踏冰而来，没有马蹄声，没有震动。等你们听到动静的时候，刀已经架在脖子上了。你确定？9成把握。你既然知道他们的计划，为何还要点燃烽火台引我前来？你可知后果？你既然知道他们的计划，为何还要点燃烽火台引我前来？你可知后果？知道，但我有更好的应对之策。可现在调兵去河边布防来不及了，而且如果蛮子不来，咱们主力一动，正面防线就空了。所以不能调兵。既然他们想踏冰过河，那咱们就请军入瓮。请军入瓮。对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；兵能过人，亦能吞人。我需要3000个陶罐，500车干柴，还有刚才那个刘公公帐篷里的所有好酒。准了，传令全军听江参军调遣。大前的北大门就在对岸，只需1刻钟，就能得到无数金银财宝和柔嫩女人。可惜了。可惜什么？可惜了刘公公那几十坛100年的女儿红啊！现在倒好，全给倒进冰窟窿里喂鱼了。你确定管用？冰层厚达3尺，若是炸不开，咱们这2颗脑袋明天就得挂在金帐汉王的帐篷里了。将军，这叫科学。怎么风里似乎有一股酒香？
上菜了。被发现了！哼，花5万大军被发现了又怎么样？哼，花5万大军被发现了又怎么样？那些精锐铁骑原本以为是箭没射中，但却没想到我是故意令人往冰桶里射。这是我提前令人在冰面上捣毁，并让人把那些价值连城的贡酒混合着猛火油和生石锅，一股脑全灌了进去。酒和油灌进冰层内部，一旦点燃，热胀冷缩的原理会让冰层内部产生巨大，再加上生石会遇水发热，这河面现在看着硬，其实里面早就酥得像块烂饼。这是什么？火在冰里烧！长生天啊，这是妖术！射箭！哎，别射马，马肉是好的，淹死就算了，射烂了就可惜了。这就是你说的懒人兵法？这叫不对称打击。打仗嘛，能动脑子就别动手。您看，咱们一兵一卒没损，这一仗就打完了，剩下的就是捞尸体、捡装备的事儿了。好一个不对称打击，好一个将顶。有此一役，我镇北军足以威震北境30年。江参军这一功，本将军亲自为你向朝廷请赏。请赏对于这个腐朽的朝廷功高盖主，从来都不是什么好事，尤其是对于李牧之这种手握重兵的边疆大吏来说，这一场大胜，搞不好就是催命符。算了，现在的李牧之还是一心报国的忠臣，有些话说了也没用，得让他自己去撞南墙。半个时辰后，战斗彻底结束。黑水河上飘满了尸体和战马，5万大军，除了后队的一小部分人见势不妙逃回了草原，剩下的3万多人全部葬身鱼腹。这是大前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大捷。当消息传回大营的时候，所有人都疯了，一个个冲出营帐，看着远处还未熄灭的火光，激动得语无伦次。但只有一个人例外，赢了！公公，大喜啊！公公，李将军让人送来了战利品，说是赔给您的酒钱。什么战利品？这是金帐王庭左贤王的脑袋。酒是好酒，头是好头，这买卖公公不亏。30坛酒换了一个左贤王的脑袋，这份军功报上去，我这个监军也是大功一件。可为什么自己脖子这么凉？那个江鼎果然有点东西，既然招惹到他了，那就得想办法先杀了他。还有那个李牧之如此大胜，声望必将如日中天，到时候陛下还能坐得住吗？哎，那个马鞍子别扔，那是犀牛皮的，值钱着呢。地老鼠，一个兔崽子，那个蛮子的金腰带别硬扯，扯断了就不值钱了。将军，此人太过贪婪，且行事毫无底线。这一仗虽然赢了，但日后若是让他掌权，贪婪、贪财好色，那是给人看的破绽。若是他真的无欲无求，那才叫可怕。传令全军造浮桥、渡河，趁着蛮族胆寒，给我推平金帐王庭。我要用这蛮族汉王的脑袋，为我大前换30年太平。发了，真他娘的发了！还剩几匹活马？差不多几百匹，而且都是好马，拉到黑市上去，少说也能换个几万两银子。这点出息，这些马是咱们的命根子，给多少钱都不卖。咱们斥候队以后要扩编，没马怎么行？扩编参军，将军不是只给了咱们50个名额吗？名额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哟，这不是江参军吗？昨晚那一仗打得真是惊天动地，江参军神机妙算，火烧连营，这一战足以载入史册。少来这套，来干嘛的？你就明说吧。嘿嘿，江参军按照军中规矩，这战场打扫完了，战利品得归公，由后勤处统一清点入库。您看，我把车都带来了。我看谁敢！我看谁敢！这是军规啊！江参军，虽然您立了大功，但私吞战利品可是死罪。这要是让监军刘公公知道了，
哎，我没说不给啊。那江三军的意思是，这些东西入库也是烂在库房里，或者被你们倒卖了，不如咱们做个买卖。这些你可以拉走一半，怎么处置我不管，但是我要换3样东西，够500人吃半年的细粮，1000斤上好的精铁，还有我知道死囚营和民夫营里有不少手艺人，你让我挑几百个，把他们的集器给我。江参军，您这可是狮子大开口啊！粮还好说，那铁和人，那一半战利品里有一块左贤王的丝印，是纯金的，那玩意儿要是熔了，谁也不知道他原来是个啥。江神君果然是个爽快人，成交。不过那铁我只能说是战损消耗掉的，您可得给我兜着点。参军，那么多好东西，就换了点粮食和铁疙瘩，这也太亏了吧？亏？这大钱的天下快要乱了，到时候拿着金子只会被人抢，只有手里握着刀，肚子里有粮，才能被人叫一声爷。江参军，李将军有请。又请？什么事？京城来人了，不是普通的传旨太监，是绣衣卫的人。绣衣卫在大前，绣衣卫就是皇权的鹰犬，是所有官员和百姓的噩梦。他们只听皇帝一个人的命令，有先斩后奏之权。你知道他们来干嘛吗？参军，他们半个月前就出发了，听领头的那个千户的意思，他们是带着圣旨来整顿军务的。整顿军务？这是朝廷想动李牧之了吧？有意思，走吧。既然京城的贵客大老远跑来整顿，咱们怎么也得去见见。我倒要看看，面对这漫山遍野的蛮子尸体，他们那张问罪的圣旨还念不念得出口？李牧之，接旨吧。念。好大的架子，不过也罢。听完这道旨意，我看你这架子还端不端得住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镇北将军李牧之受命御边，然其拥兵自重，畏敌如虎。月余以来，坐视蛮族寇边而不敢战，致使北境粮道受阻，百姓流离，朕心甚痛，着急革去李牧之镇北将军之职，收回兵符，押解回京受审。钦此。怎么还不接旨？李将军，抗旨不遵可是夷三族的大罪。咱家这次带来的绣衣卫虽然不多，但这圣旨的分量你掂量得清吗？若是我掂量不清呢？但这圣旨的分量你掂量得清吗？若是我掂量不清呢？你是何人，敢在御前失仪？我是谁不重要。将军，这瓜子有点潮了，下次让后勤处炒干点。飞鱼符、绣春刀，真威风。就是这脑子好像不太好使。放肆！赵千户是吧？你刚才念的那玩意儿，要是放在半个月前，或许还有那么点道理，但现在嘛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敢妄议圣旨？李牧之畏敌不战是事实，北境粮道被断是事实。怎么，你们还想造反不成？事实，来人啊！打开。这是金帐王庭左贤王阿史那损。昨晚他在黑水河想要过河吃夜宵，结果不小心掉进冰窟窿里淹死了，顺便陪葬的还有他麾下的3万精锐铁骑。不可能，3万精锐，就凭你们这缺粮少马的镇北军，简直是满口胡言。这肯定是你从哪儿找来的死囚冒充的。冒充？刘公公，您别躲在一旁装死了，您是监军，这左贤王的脑袋长什么样，您应该比谁都清楚吧？这可是昨晚刚用您的好酒换来的，您不出来验验货？赵千户，这确实是左贤王的首级，咱家昨晚亲自验看过的。真的是左贤王灭了3万主力。那这道圣旨算什么？昨晚一战，我军将士把命都填进了黑水河，才换来这北境的安宁。结果京城没送来一粒粮食，反而送来了这道要杀我头的圣旨。赵千户，你觉得这道旨意我该接吗？这满营的将士会答应吗？李将军息怒，既然军情有变，那咱家自然会回京如实禀报。但这圣旨，哎呀，手滑了。不过既然这圣旨是错的，烧了也就烧了，免得拿回去让陛下看了心烦。您说是不是？李将军治军有方，咱家佩服。今日之事，咱家定会一五一十的回禀陛下。参军，咱们要不要？不急。将军，赵无忌回去还要半个月，
这半个月足够咱们做很多事了，比如把这抗旨的罪名变成将在外不得不战的捷报。咱们得让京城的那位陛下知道，这北境离了李牧之，马上就会变成蛮子的牧场，只有让他怕，他才不敢动咱们。传令，全军休整1日，明日渡河。我要在赵无极回到京城之前，把金帐王庭的汉旗送到陛下的御案上。那我就先回去睡觉了。对了，刘公公帐篷里好像还有几件不错的狐裘，我去帮将军借来御寒。把赵无极那帮瘟神送走之后，整个镇北军大营的气氛变得更加微妙了。原本对于我还有些轻视的正规军将领，现在眼神里多了几分敬畏。但我压根没空理会别人的眼光，因为我在忙着招人。还是跟上一次一样，我招了一堆杂碎，加上之前的50人，正好凑够了一个500人的营。接下来的3天，我拿出图纸，令木匠做出了几百块雪橇、几百个神臂弩，令新招的铁匠做出带倒刺的箭头，并且让老黄在箭头上涂上剧毒，一切准备就绪。当第3天的傍晚，李牧之来到我的营中，看到这堆杂碎正趴在雪地中，整个人都傻了。这就是你的兵？你就是这样练兵的？让他们趴在雪地里等敌人来杀？将军，这些杂碎即使站起来，也打不过装备精良的蛮子，让他们趴着就是最好的战术。你打算怎么做？明天就要渡河了。金帐王庭虽然没了左贤王，但毕竟还有10几万空闲之士，大军正面推进，肯定会遇到顽强的抵抗。所以我想走另一条路。什么路？我们不走浮桥，而是走金帐王庭的大后方。死亡冰谷那是绝地，常年积雪不化，而且地势险要，战马根本过不去。战马过不去，但我们可以。这就是我训练他们趴着的理由。借由特殊的工具突袭到大后方，那里是他们的牧场，也是他们安置老弱妇孺和粮草的地方。你想干什么？那里可没有军队，只有平民。我想帮将军做点脏活，去烧了他们的过冬粮草，杀了他们的牛羊。我要让这片草原在未来10年里连一匹战马都养不活。这有伤天和。天和？我江鼎本来就是个流氓，是个无赖，这千古骂名我来背。但将军能否答应我一个请求？说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哪怕我背着万世骂名，哪怕全天下都要杀我，将军能不能给我留一扇门？这镇北军的大门永远为你开着，谁想动你，先问问我手里的刀。这玩意儿神了，在这鸟都飞不过去的地方，咱们竟然能跑这么快！哇！神个屁！风全灌老子脖子里了！嘿嘿，参军您就忍忍吧，前面就是鹰嘴崖了。前面要跳了，抓紧！下！都给老子停下！大将快，快给我拉出来！扶我前去看看。乖乖，这得多少牛羊啊！光那边那群黑牛，少说也有好几万头吧。这要是拉回大钱去卖，得换多少白花花的银子？银子，那是蛮子的命根子。咱们今天来不是来抢钱的，是来断根的。参军那儿好像有不少女人和孩子，咱们带了那么多火油和毒药，这一把火烧下去，这帮人怕是活不成了吧？铁头，你打铁手艺不错，但我这支队伍不只需要铁匠，还需要你们都听指挥。你当了好人，蛮子就会放过你吗？他们吃饱了，明年春天就会骑着咱们的马，拿着咱们的刀去杀咱们的爹娘，去抢咱们的女人。国战只有死人和活人，你想当活人，就得把敌人变成死人，哪怕他是老人是孩子，只要他是蛮子，那就是敌人。都听明白了吗？这就对了。
老黄，你的那些宝贝呢？拿出来晒晒。都在这儿呢。这是断肠散，这是疯牛粉，还有这个，这是我新配的绝户水。只要往井里滴一滴，方圆10里的牲口喝了，3天之内全得拉血拉死，真够毒的。不过我喜欢，都围过来。听好了，现在是申时，离天黑还有2个时辰，咱们分头行动。哑巴，你带50个身手最好的去摸那4个哨塔，记住，别用刀，用弩，箭头上都给我抹上老黄的毒，见血封喉那种，别让人喊出声来。地老鼠，你带100人去水源，每口井里都给我撒上料。另外，我看那边有不少羊圈，你顺手把羊圈的门都给我打开，在门口撒上那个什么粉来着？疯牛粉。对，疯牛粉。我要让这几10万只羊自己跑出来，满草原乱窜。木匠，你带人去草料场，把猛火油都给我浇上去，等我这边的信号一起点火。剩下的人跟我去牛栏，咱们给蛮子送一份大礼，一份让他们几10年都忘不掉的白栽。参军动手吗？急什么？等哑巴的信号。干得漂亮，动手！漆黑的夜中，200人冲到牛栏出口处，但他们不是去杀牛的，而是悄悄撒下无数钉子，接着点燃了一长串特制的大红鞭炮，扔进了牛栏的正中央。几万头蛮牛瞬间炸了营，他们疯狂地朝着出口涌去。然后惨剧发生了，最前面的几百头牛率先踩到钉子，剧痛让他们发狂。他们想要停下，但后面的牛群根本停不下来。紧接着，牛群绝望的嘶吼声瞬间响彻了整个牧场。但这只是开始。草料场方向，四面八方同时腾起了冲天的大火，那是加了猛火油和硫磺的火。风一吹，火星子漫天飞舞，把整个天空都映成了血色。营地瞬间乱成了一锅粥，受惊的羊群满山遍野的乱窜，撞翻了火盆，引燃了更多的帐篷。而水源边，那些想去打水救火的人，刚喝了一口水，就开始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，口吐白沫。蛮族的千夫长提着刀冲出来，看着眼前这一幕，整个人都傻了，因为他看不到任何一个敌人，只有炼狱一般的景象。这鬼天气真要我老命啊！参军，这次咱们可是发了大财了！光是我手底下那帮弟兄摸来的金银细软，少说也有2000两。回去以后，咱们能不能把那个怡红院给包下来？出息！这些钱不能动，先把装备换换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懂不懂？懂。参军是读书人，说啥都在理。参军有情况，前面3里地的那个山口有一队人马正往北跑，看那车辙印子深得很，肯定是重车。往北跑？蛮子的主力都在南边，北边是极寒冰原，去那儿找死？也觉得奇怪，而且那队人马不多，也就100来号人，但是护卫很硬，清一色的弯刀黑甲，看那架势像是窃薛军。窃薛军，金帐汗王的亲卫军，每一个都是万里挑一的勇士，号称长生天的弯刀。平时这种级别的军队只会守在王帐周围，怎么会出现在这种荒郊野岭，还护送着车队往北跑？有点意思。这大雪封山的，不在热乎的帐篷里待着，非要往冰原上跑。除非他们知道南边打败了，牧场也被烧了，觉得这地方不安全了，想带着家当跑路。能让窃薛军护送的家当，那得是多少金子？走，去看看。要是真是只肥羊，咱们就顺手给他宰了，也算是给这次春游画个句号。乖乖，这马车车轴都是铜包的，这哪是逃难？这是皇帝出巡吧？金帐王族的标志。瞎子，你说蛮子的汉王有多少个儿子？那谁知道啊？听说那老东西种马似的生了几10个，不过能用这种车架的肯定是最受宠的那几个。那咱们这回是撞大运了。神臂弩准备，把人往死里射，但马可别射死了。
这可都是好马。100张经过改造的神臂女同释放着，惨叫声瞬间响起。护卫的怯薛军死伤大半，但依然发现不了敌人战场，只能迅速收缩队形，将中间那辆最大的马车团团围住。什么人竟敢袭击王族车驾？要你命的人！混战爆发了，我在远处观察着战场。本来怯薛军就只有100人左右，开始就被射死了50-60人，再加上毒弩的作用，根本无力抵抗我这500人的杂碎，很快便全部战死。此刻，整个战场上只剩下那辆孤零零的金丝楠木马车。出来吧，别让老子动手擒你！老子这人手重，万一伤着哪儿就不好了。哑巴，把鼎给我掀了！你是谁？我是阿史那，毕勒格，金帐汗王的儿子。你们这群卑贱的强盗，敢动我一根汗毛，我傅汗会把你们的皮扒下来做骨！大军，这真是王子，这得值多少钱啊？这可不是钱，这是一把钥匙，一把能打开金帐王庭大门，甚至能让咱们那位李将军坐稳北凉的钥匙。你把这里值钱的捡了，哑巴，把这小子扛着，咱们回家。混蛋，总有一天我会杀了你。好啊，我等着。哎，你说那江参军带着那500个死囚去哪儿了？都失踪3天了，该不会是死在外面了吧？大概率是。那江参军虽然人有点那个，但好歹也是个能打胜仗的主。要是真折了，这北京又少了个狠人。有情况，戒备，戒备！那是江参军。李将军，这都3天了，那个江鼎擅自带着500人离开大营，去向不明。咱家听说他是往北边去了，该不会是畏罪潜逃，偷了蛮子吧？赵千户慎言，江参军是去执行秘密任务，是我派去的。什么任务需要去3天？而且连个信儿都没有。这包庇属下纵容逃兵的罪名，你可担不起。赵千户，您这嘴是开过光的吧？怎么就把我想的那么不堪呢？你没跑，将军，幸不辱命，回来了就好。哼，回来有什么用？江鼎，你擅离职守3天，空手而归，把军纪当儿戏吗？你说是去执行任务，那你的任务完成了，战果呢？空手而归，哑巴，把咱们的年货带上来，给千户大人长长眼。这是。那是9株，在草原上，只有汉王的直系血脉才有资格佩戴9颗东珠。这位是金帐汗王最疼爱的儿子，未来的草原之主阿史那毕勒格王子殿下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金帐王子怎么会在这种地方？肯定是你随便抓个蛮族小孩来冒充的。我是阿史那，毕勒格，我是长生天的子孙。你们这些卑贱的男人，我要让傅汗把你们碎尸万段，我要把你们的头骨做成酒杯。我要让傅汗把你们碎尸万段，我要把你们的头骨做成酒杯。听听，多有精神的小伙子！赵千户，您还要验验真假吗？要不我让老黄给他放点血，您尝尝是不是皇族的味儿。你打算怎么处置他？将军，这事儿你来做决定。但我觉得这可是个摇钱树，杀了太可惜，放了太亏，所以必须得养着他。有了他，我们就可以跟那位汉王坐下来，好好谈谈生意了。赵千户，您这次回京要是带上这份停战协议，那是不是比带一颗死人脑袋更有面子？停战协议，如果不费一兵一卒就能让蛮族退兵，这就是圣人功绩啊！你愿意把这功劳？咱们都是为陛下办事，分什么你我？这人是我抓的，但这劝降的功劳，那肯定是赵千户您口才好，威慑力大，才把蛮子吓退的嘛。不过嘛，这抓人的路费，还有我手下那500个兄弟的辛苦钱，咱家这次带来的内堂，可以先拨给你2万两。赵千户打发叫花子呢，那可是未来的汉王，怎么也得5万两吧。
而且我要现银，不要银票。行，5万两，但人必须交给咱家带走。那可不行，人必须留在镇北军大营，这是底线。为什么？要是交给你带回京城，路上稍微有点风吹草动，蛮子的刺客就能把你剁成肉泥，或者到了京城，被那帮文官当成祥瑞养在笼子里，那他就不值钱了。赵千户，你要的是功劳，我要的是实惠，将军要的是边境安宁，咱们各取所需，何必非要争那一颗人头呢？好，人留下，但那份停战协议必须有咱家的名字。成交。你真的要跟蛮子谈和？以现在的局势，我们完全可以乘胜追击。将军，穷寇莫追，蛮子这次是被打疼了，但骨架还在。咱们镇北军虽然赢了，但也是强弩之末，粮草不足，东衣不够，再打下去就是拿兄弟们的命去填。而且那个赵无极回去肯定会把功劳揽在自己身上，这样一来，朝廷对您的忌惮就会少几分。毕竟一个能打仗的将军可怕，但一个能和谈的将军在皇帝眼里就没那么大威胁了。而我们要的是时间。你打算做什么？给我1年时间，我就能用这5万两银子，还有这个小王子，把这北境养成咱们自己的铁桶。行了，将军，我要回去睡觉了。对了，那5万两银子到了，记得让人给我送过来啊，少1两我可跟您急。这混蛋！赵无极走的第2天，5万两现银就送到了我的营帐里。不得不说，秀一位效率确实高，再加上之前从草原上抢来的土特产，我手中已经握着小10万两的家底，让一群弟兄们激动不已。参军，咱们分了吧。有了这笔钱，咱们还当什么兵啊？各自回家当富家翁，娶几房姨太太，岂不美哉？分了钱，你回得了家吗？你信不信，离开了李牧之，还没等你走出北境，秀一卫的刀就会架在你脖子上，把你像杀猪一样宰了，把你吞进去的银子连本带利的抠出来。我清楚的知道这笔钱要花在刀刃上，只给了弟兄们每人100两，剩下的就让他们去改良装备，又或是收购粮食。安排完所有事，我这才想起来，那位金贵的碧乐阁小王子还在营帐外的笼子里关着。卑贱的男人，放我出去！我傅汉的大军马上就要到了，到时候我要把你碎尸万段。哟，精神不错嘛。想吃吗？我不吃你们男人的猪食。猪食？这可是你们草原上的羊，达达牧场的种，怎么连自家的东西都不认了？魔鬼，你是魔鬼，苍生天会惩罚你的。行了，也好了，想报仇，想杀我，那得先活下来，饿死了可就什么都没了。当然，你现在不配吃羊肉汤，这个也能填饱肚子，吃不吃随你。小子，你恨我吗？恨，我要杀了你。很好，记住这种恨。你的那些哥哥弟弟们现在估计正巴不得你死在外面呢。你死了，汉魏就是他们的了。说不定这次你之所以会出现在阴山背面，就是有人故意泄露了行踪。你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你想杀我，得先当上汉王；而想当上汉王，你得先活着回到草原，还得有足够的力量把你的那些兄弟都宰了。我可以帮你，甚至可以教你。教我？教我什么？教你怎么变坏，教你怎么杀人不见血，教你怎么用最少的代价换最大的利益。从今天起，你不再是王子，你是我的杂役。你要去给马喂草，去给铁匠拉风箱，去给厨子洗碗。你要学会在泥坑里打滚，学会在死人堆里找食。等你什么时候学会了像狼一样隐忍，像狐狸一样狡猾，我就放你回去。到时候你再带着你的千军万马来杀我。对了，那个黑面膜别扔了，今晚没饭，那是你唯一的口粮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北凉赤后营发生了一场脱胎换骨的变化。有了钱，我令手下的500名死囚疯狂训练，并让铁头日夜赶工，改良装备，打算把他们打造成一支真正意义上的特种部队。而那个曾经高高在上的碧乐阁王子，竟真的成了营地里的小杂役。
天不亮就要起来喂马，之后便是干一天的杂活。一开始还有扫帚想欺负他，但这小子够狠，直接咬下了那人一块肉。从此没人再敢把他当小孩看，而他在我营中的消息自然也传到了外界。在半个月后，李牧之突然来找我，这一次他的脸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凝重。江鼎出事了，赵无极那老小子在京城告刁状了。不是京城，是大楚。趁着咱们跟蛮子死磕的时候，大楚的水师突然封锁了淮江，切断了咱们从南方购买冬衣和药材的商路，而且他们派了一支使团来，带头的是大楚的逍遥王，还带了3个一品大宗师。他们要我们交出蛮族王子，还要我们割让断崖口以南的黑石3城，否则就不让商路开放。还要割地，还要人。好，谁说朕的绣衣卫只会抓人？看看赵千户单枪匹马深入北境，凭3寸不烂之舌，不仅喝退了金帐王庭的大军，还带回了蛮族的启降书，不费一兵一卒解了北境之围，这才是朕的肱骨之臣。陛下圣明，绣衣卫此举扬我国威，只是这李牧之拥兵自重，虽有守土之责，却无进取之心。若非赵千户督战，这北境怕是还是一潭死水。严爱卿言之有理，传旨。赵无极劳苦功高，赏金1000两，生绣衣卫指挥爷事。李牧之守土有功，加封太保虚衔，赏御酒10坛。令北境苦寒，人丁稀少。朕闻河南到金岁大旱，流民遍地，着令户部，将河南道10万流民尽数迁往北境虎头城安置。命李牧之妥善安顿，务必让流民有衣穿，有饭吃。若有饿死冻死者，朕拿他是问。李牧之，既然你兵权不交出来，朕有的是办法对付你。北京本来就缺粮，再给你10万张吃饭的嘴，看你这回怎么办。10万流民，赵祯，你好狠的心。江三军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做手工？急什么？这不是好事吗？这可是10万个劳动力啊！能让他们去干嘛？这冰天雪地的，难道还能种地不成？我要在这儿建一座城，叫北凉工坊。工坊？蛮子的羊毛皮子以前都是直接扔的，因为太臭，没人会处理。但我营中有一人，他叫老黄，有办法处理这味道。这些流民来了，别让他们闲着。男人去盖房、挖煤、炼铁，女人去洗羊毛、纺线、做皮袄。咱们用军粮换他们的力气，将军，您摸摸暖和不？这东西成本不到1两银子，但要是运到南方的大楚，卖给那些怕冷的文人雅士，或者运到西边的大晋卖给贵族，少说能卖10两。可是这需要时间，而且军粮不够吃是事实。等你的工坊建起来，流民早就饿死了。谁说要吃军粮了？将军，您忘了大楚那个逍遥王了吗？大楚缺什么？缺战马，缺皮毛。咱们缺什么？缺粮，缺盐，缺铁。既然他们想趁火打劫，我就要让他把带来的粮食都留下，还得求着咱们收下。这他会答应吗？他们是来趁火打劫的。那是以前，现在毕勒格王子在咱们手里，金帐王庭暂时不敢动，咱们腾出手来了。如果逍遥王不想死在北境，他最好学会怎么做一个合格的商人。传令下去，按江参军的指令办事。这10万流民，我李牧之全盘接收。不仅要接收，我还要发告示，欢迎更多的流民来。这就对了。来，接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多谢，老大你要完。好喝。看清楚了吗，小子？看什么？一群低贱的奴隶！这是力量，你们蛮子只知道抢，抢完了就吃，吃完了再抢，那是野兽的活法。而我们在创造。这一张羊皮在你们手里只能当褥子，在我们手里能变成10两银子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几百年都打不进中原的原因，不是因为你们不够狠，是因为你们太穷太笨。好好学着点吧，今天的柴火劈不完，没饭吃。对了，晚上有个大楚来的王爷要来吃饭，你换身干净衣服，给我端盘子去。什么？我是王子，你让我去伺候男人？不去。听说那个逍遥王最喜欢吃烤全羊，你要是不去，我就把你剥光了架在火上。我去，我去。
这李牧之是疯了吗？弄这么多叫花子来干什么？这位太难闻了。王爷稍安勿躁，李牧之这是在向我们示弱，也是在示威。示弱是哭穷，想要咱们的粮食；示威是告诉咱们，他有人虽然是流民，但给口饭吃就是兵。哼，一群乌合之众。本王这次带来了30万担粮食，还有能够打通南方商路的通关文牒，我就不信他李牧之不低头。黑石3成，本王势在必得。李牧之就让本王在这种地方吃饭。王爷，请吧，这儿暖和接地气，而且今天的菜您在南方肯定没吃过。哎呦，王爷来了，坐坐坐，别客气，这可是咱们北京的特产麻辣火锅，这大冷天的吃这个才带劲。李将军，这就是你们北凉的待客之道。李将军，这就是你们北凉的待客之道，让一个衣冠不整的参军在这种猪圈一样的地方，请本王吃这种泔水。泔水，这锅里煮的可是金帐王庭鞑靼牧场的黑头羊，是我们这最珍贵的食材，你竟然说泔水？再说了，王爷不是来谈生意的吗？在乎吃的干嘛？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跟本王谈生意？逍遥王既然来了，就入席吧。江参军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。好，本王倒要看看你们能玩出什么花样。服务员，上酒。你是毕勒格？答对了，赏你的，下去吧，把柴火劈完了再睡。情报里说，毕勒格可能在镇北军手里，但不应该是被当作上宾软禁起来，或者是被严加看管，怎么会当奴隶？这简直是把蛮族的脸面扔在地上踩。江参军真是好手段。逍遥王雄一深吸了一口气，经过这一事件，他知道今天这谈判主动权已经不在他手里了。原本我猜他想用粮食逼李牧之交出毕勒格，然后大楚再把毕勒格送回金帐王庭，以此换取蛮族对大楚边境的忽视权。但现在毕勒格已经被我折辱成这样了，若是送回去，金帐汉王看到的不是大楚的善意，而是儿子当奴隶的耻辱。大楚不仅落不到好，反而会惹一身骚。过奖过奖，王爷，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。黑石3成不给，毕勒格王子不给，但我们还是想要王爷手上的粮食。这笔生意不用谈了，我们走。哎，王爷别急啊，王爷先看看这个。这是大楚冬天湿冷，那种冷是往骨头里钻的。贵国的文人雅士，富商巨贾，虽然有钱，但穿得太厚显得臃肿，穿得太薄又遭罪。但这暖身甲穿在宽袍大袖里面，既看不出来，又暖和得像爆了个火炉子，而且便宜，只要2两银子，或者换2担大米。大楚的丝绸虽然好，但不保暖。这种皮毛制品在大楚一直是紧俏货，往年都是从蛮族那边高价买着。一件这种成色的皮袄，少说也要10两银子。如果真的只要2两，你有多少？现在有1万件，下个月能有5万件。只要王爷的粮食够多，这东西要多少有多少。若是我坚持要地盘，可能会跟镇北军开战，而且未必守得住。要王子现在看来也是个烫手山芋，但如果做生意，行，本王要独家经营权。除了本王，你不许卖给大楚的其他人。独家经营权可以给你，但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要铁，生铁、熟铁、废铁都要。另外，我要大楚的神臂弓图纸。不行，铁器和军械图纸是朝廷禁运之物，给了你们无异于养虎为患。哎，你家主子都没说话，你这条狗也敢替主人决定？你已经死了。住手！逍遥王，管好你的人，你们是来谈生意的，还是来打架的？你先出去，等会儿再进来。大家火气别这么大嘛。王爷，您看看这北境，蛮子虽然败了一阵，但还没死绝。大晋在西边虎视眈眈，我们镇北军要是垮了，这帮流民要是饿死了，您猜这10万饿疯了的流民手里拿着我们刚发的刀，是会去啃树皮，还是会……你想说什么？王爷，您猜这10万饿疯了的流民会不会变成流寇，手里拿着我们刚发的刀，一路南下，去大楚那个富得流油的地方找饭吃？好，一担8斗铁，本王可以用农具损耗的名义给你运一批。至于图纸，本王没有，但可以给你送一批工匠来。成交！来，王爷吃肉，这羊肉煮老了就不好吃了。哑巴，给王爷倒酒，这次换那个好酒。看来
从今天起，北凉就不再是大钱的北凉了。参军，咱们真要把那个背心的生意给他独家，那玩意儿要是咱们自己卖，赚得更多啊。在大楚他是独家，但在大晋呢，在西域呢，在蛮子那边呢。再说了，等咱们的工坊做大了，做出了更好的羽绒服、冲锋衣，这羊皮背心就是淘汰货，到时候他求着咱们换新款，还得加钱。瞎子，记住了，做生意要把眼光放长远。有了大楚的血，这天下的规矩就得咱们来定了。都听好了，我知道你们想当兵，当了兵有肉吃，有衣穿，但是李将军只要良家子，不要流民。但是我这儿不讲究出身，只要你们够狠，够豁得出去，我就收进了我的黑龙营，待遇比正规军翻倍。看见这个粪坑了吗？这坑里有500文钱，谁下去把钱摸出来，这钱就是谁的。而且摸出来的人以后就是我江鼎的兄弟。怎么嫌脏，连屎都不敢吃，还想在乱世里吃肉？都散了吧，回去接着啃树皮。我来，连屎都不敢吃，还想在乱世里吃肉？都散了吧，回去接着啃树皮。我来，大人，摸到了。江三军这是在练兵，还是在羞辱他们？怎么这么没有底线？绝境中的人才最可怕。正规军打仗讲究阵法，讲究荣耀，而江鼎要的是一群为了活命可以咬断敌人喉咙的疯狗。很好，叫什么名字？回大人，没名字，家里派老九都叫我九斤。你那眼神够狠，像狼，以后就叫狼九吧。去那边领衣服，洗个澡，今晚吃肉。狼九激动地跪在地上，重重地磕了个头。而这就是我给其他流民们做出的榜样。他们现在看我的眼神里，除了敬畏，多了一丝狂热。黑龙营即将在今天成立，我安排完一切，正准备回帐篷，但毕勒格却突然快步走上前，拉了拉我的衣角。怎么，你也想去泥坑里摸钱？他有问题。哦，你怎么看出他有问题的？眼神，刚才大家都像饿狼一样盯着那个泥坑，恨不得跳进去抢钱。只有他，虽然装出一副渴望的样子，但他的眼神里全是鄙夷和厌恶。那种眼神，我在傅汉身边的大萨满眼里见过，那是看蝼蚁的眼神。一个快饿死的流民，怎么会有这种眼神？有点意思，狼崽子长进了，这次算你立功，晚上赏你个鸡腿。我朝着不远处的地老鼠使了个眼色，地老鼠心领神会。半个小时后，那个中年书生就被五花大绑，吊在一间废弃仓库的梁上。可无论老黄怎么折磨他，他愣是什么也不说。这人是个硬骨头，应该是受过专门的训练。我给他喂了养养粉，他硬是一声没吭，把舌头都快咬烂了。受过训练？有种就杀了我！我是大钱子民，死也不会从贼。这里是镇北军大营，是大钱的军队。你说我们是贼，那你是谁？我是流民，我只是看不惯你们羞辱百姓。那这块牌子好像是从你鞋底下搜出来的，后面这个严字，你不会是当朝左丞相严嵩严阁老家的司卫吧？你想怎么样？严阁老派你来，无非就是想看看这北凉工坊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或者想偷那个暖身甲的制作方子。其实吧，这方子不值钱。你想知道，我可以告诉你。但我最讨厌的就是有人在我的地盘上当老鼠。老黄，读书人最好体面，给他喂点春药，把衣服扒了扔进猪圈里，配猪过程中允许他嗦猪蜜。你这个畜生，你杀了我！你杀了我！问出来了，严嵩的人。看来咱们的生意太红火，京城那位丞相大人眼红了，想来分一杯羹，或者想找点把柄。好在皇帝面前参咱们一本。这是刚从京城送来的密信，是我姐姐当朝皇后娘娘让人送出来的。飞鸟未尽，良弓将藏。蛮子还没死绝呢，皇帝就急着要藏功了。这赵祯是不是脑子里有坑？不是脑子有坑，是帝王心术。赵无极带回去的捷报，虽然让皇帝高兴了一阵，但也让他更加睡不着觉了。一个能不费一兵一卒劝退蛮子的将领，比一个只会杀人的将领更让他害怕。而且逍遥王跟我们做生意的事估计也传到京城了，私通敌国，贩卖军资，这每一条都是抄家灭族的罪名。
那将军打算怎么办？交出兵权，回京请罪，还是干脆反了？那将军打算怎么办？干脆咱们反了。江鼎，慎言。这里没外人，将军，现在刀已经架在脖子上了。皇后娘娘这封信就是最后的预警。我不能反，至少现在不能。蛮子未灭，大晋在侧，我若反，北境必乱，百姓必遭屠戮。我李家是受皇恩，不能做那千古罪人。行，将军要当忠臣，我陪你。但既然京城想玩阴的，那咱们就陪他们玩玩。再过几天就是除夕了，我想给咱们那位远在京城的丞相大人送一份大礼。什么礼？一份能让他和赵无极，甚至和皇帝狗咬狗的大礼。苏先生，昨晚睡得可好？我看那头花母猪好像挺喜欢你的，一直往你怀里拱。杀了我！求你杀了我！杀你？那多没意思。苏先生是读书人，是严阁老的心腹，把你杀了，严阁老也就是损失一条狗，过2天就忘了。咱们得做点有意义的事。你想让我出卖阁老？做梦！我的家人都在阁老手里。谁让你出卖阁老了？我是想送你一场泼天的富贵，也送严阁老一把杀人的刀。看看这个。秀衣卫千户赵无极在北境期间，私自收受金帐王庭贿赂10万两白银，并与蛮族私定盟约，许诺割让黑石3成，以此换取蛮族退兵，冒领军功。这是假的。真假重要吗？重要的是严阁老信不信，皇帝信不信。赵无极这次回京可是带着劝退蛮兵的大功回去的，他风头正盛，严阁老正愁找不到机会打压他吧。如果这时候你带着这本账册回去，告诉严阁老，这就是赵无极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真相。这简直是把刀子直接递到了严嵩手里。严党和严党在朝中斗得你死我活，如果有了这个把柄，严嵩绝对会像疯狗一样咬住赵无极不放。可是这张本是你给我的，阁老多疑，他会信我？他当然会信，不信也得信，这就是他对付阉党最好的武器。这人好阴险，这一招借刀杀人，不仅把四季摘得干干净净，还挑起了京城的党争，从而顾不上对付北凉。这是阳谋，是赤裸裸的把京城那帮大人物当后刷。我答应你。苏先生，洗个澡，换身衣服上路吧。记住，别演砸了，不然他可是会想你的。送走了苏文这颗毒旗，我心情大好。正好今个除夕，北凉宫房里没有了往日的机器轰鸣声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欢声笑语。10万流民虽然还没完全脱贫，但靠着这2个月的做工，都吃饱穿暖了。北凉这片土地上，第一次有了一种叫做家的味道。但众人都在庆祝之时，毕勒格王子却缩在角落里，眼神复杂的看着我，被众人簇拥在中间。这2个月，他做了许多脏活，甚至学会了怎么给猪接生。原本以为我是在羞辱他，但慢慢的，他发现自己变了。他的手不再细皮嫩肉，他的眼神不再只有那种空洞的高傲，他开始懂得观察人心，懂得怎么在强者面前隐藏自己的獠牙。狼崽子看什么呢？想家了？不想。草原上没有杀猪菜，也没有饺子。哼，你倒是适应得快，喝一口。过了今晚，你就不用喂猪了。我要送你去个地方。去哪？去讲武堂。我要让你学兵法，学大钱的文字，学怎么治国，怎么打仗。为什么？我是蛮子，我是你的敌人。你教我这些，就不怕我将来反咬你一口？我江鼎这辈子只怕2件事，一是没钱花，2是没对手。把你养肥了养强了，将来咱们再打一架，那才叫有意思。而且等你学会了大钱的文化，学会了用脑子思考，你就会发现你们草原那一套抢了就跑的规矩是有多蠢。到时候不用我打你，你自己就会想要改变草原，这叫文化入侵。
文化入侵。这个男人比傅汉还要可怕，也比傅汉还要强大。我承认他了，我学，但我发誓，总有一天我会用你教我的东西打败你。那我等着。烟花在夜空中绽放，绚烂而短暂，但在千里之外的京城，这里的新年注定不会太平，因为那个叫苏文的书生已经带着那账册回来了。他第一时间找到了严嵩，交出了那本账册，但严嵩只是看了一眼，就随手扔进了一旁的铜盆里烧了。阁老，那是铁证啊，烧了怎么扳倒阉党？蠢货，这种东西若是拿上朝堂，那就是逼着陛下彻查。一旦彻查，秀一卫那帮疯狗就会反咬一口，到时候万一查出是假的，或者查出这账本的来源不清不楚，老夫就被动了。杀人要诛心，咱们只要给出一点信息，要让陛下自己去调查，而不是我们去告发。不过你做得不错，先下去休息吧。明日早朝，老夫要给咱们的那位赵千户，还有那位劳苦功高的李太保唱一出大戏。陛下，老臣有本要奏，事关社稷安危，老臣不得不冒死进言。严爱卿又有何事啊？臣弹劾秀一卫指挥夜使赵无极，欺君罔上，通敌卖国；弹劾镇北将军李牧之，拥兵自重，私自割地。严嵩，你血口喷人！咱家刚立了大功，你这是嫉妒，是污蔑！污蔑！陛下，臣接到北京密报，京兆王庭之所以退兵，并非慑于我大前天威，而是因为赵无极与蛮族私下达成交易，许诺割让黑石3成，并贿赂白银10万两。如今北境流民10万，皆被编入所谓北凉工坊，日夜打造军械，囤积粮草，而这一切皆由赵无极一手操控。他这是要在北境另立朝廷啊！你胡说八道！陛下，冤枉啊！那北凉工坊是李牧之搞的，跟咱家没关系啊！咱家连1文钱都没见过。够了，赵无极，你说你没拿钱，那北境的10万流民吃什么？李牧之哪来的钱养他们？我只是给了5万两啊，其他真不是我做的。但这事说出来就是黄泥巴掉裤裆，不是屎也是屎。好啊，好得很！朕的秀一卫，朕的镇北将军，原来都是做生意的好手。传旨，秀一卫指挥验使赵无极停止查办，着大理寺彻查其家产。镇北将军李牧之虽有守土之功，但治军不严，纵容属下经商敛财。即日起罚俸3年，北凉工坊所有产出必须上缴户部，不得私自售卖。兵部即刻派遣巡边特使前往北境接管北凉工坊，清查账目。朕倒要看看那个叫江鼎的参军到底有多大的本事，能把朕的北境变成他的聚宝盆。退朝。参军，不好了，京城那边来消息了，皇帝信了严嵩的邪，把赵无极给办了。但是他也派了特使来，要接管咱们的工坊，还要咱们把赚的钱都交上去。刚建好的工坊，我却令人一把火烧掉，并且烧得越快我就越开心，因为我知道这才是保住这座工坊的唯一办法。自从皇帝派了特使想要查清北凉工坊账目的时候，我便清楚他对这日进斗金的工坊起了心思，所以我便一把火将厂房烧了，并把最值钱的机器都转移到了后山，同时让工人们换上破衣烂衫，迎接这位特意从京城来的大人物。下官江鼎率北凉工坊全体同仁恭迎王特使。怎么只有你一个李牧之呢？哦，李将军军务繁忙，去巡边了。王特使找他何事？倒也没事，只不过本官奉旨前来查账，听说你们这儿日进斗金，怎么搞成这副德行？日进斗金？特使大人，您这是听哪个杀千刀的造谣啊？您看看这满城的流民，那是10万张嘴啊！李将军把我们的军粮都拿出来了，这才勉强没让人饿死。至于那个工坊，这是工坊起火了。大人，我本来想让流民参与劳作，却没想到他们没读过几年书，根本不理解我教他们的运作办法。在前几天因为操作不当就把工坊点了，现在别说赚钱了，裤衩子都快赔光了。少玩这套，带路！本官要先看账本，再看库房。是，大人请。账本都在这儿了，大人请看，这是上个月买煤的账，因为大雪封山，煤价涨了10倍，咱们为了不让流民冻死，那是咬着牙高价买的，这一笔就亏了3000两。
这是给流民治瘟疫的药钱。黄神医为了救人，把棺材本都贴进去了。王特使越看越心惊，收入一栏只有寥寥几笔，而支出一栏全是成千上万两的巨款，这都是我做的假账。很明显，他也不信。这怎么可能？逍遥王不是来过吗？不是买了你们1万件暖身甲吗？钱呢？啊？钱都买了粮食，但这10万人吃得太快了，那1万件背心的钱还不够这10万人吃半个月的。大人，您是不知道10万人一天要吃多少吗？大人，这账面上确实是亏的，而且亏空巨大。若是朝廷接管这20万两的债务，要是把这20万两的债务背回去，陛下非砍了我的头不可。带我去库房，我就不信你们一点存货都没有。有，库房里确实还有一批货，那是咱们准备抵债的。大人要是想要，全拉走，只要能把债平了，下官给您磕头都行。我知道王特使不会死心，但我已经做足了万全准备。1刻钟后，库房的大门被打开，里面堆满了发霉、腐烂的羊皮，上面长满了绿毛，甚至还有蛆虫在爬。这是我叫老黄特意去处理的。王特使只看了一眼，就当场吐了出来。这就是你的存货？是啊，大人，这就是刚收上来的蛮子羊皮，因为没钱买药水处理，也没钱请工人清洗，堆在这儿就坏了。但这好歹也是皮子啊，拉回京城去洗洗还能用，应该能抵个几百两银子吧。什么日进斗金，什么聚宝盆，全是假的。这根本就是一个靠着借债和李牧之贴钱维持的烂摊子。不对呀，江参军，既然工坊经营如此艰难，那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？本官听说你们黑龙营的装备可是精良的很啊。大人，那是我们为了打蛮子跟大楚的商号借的高利贷。大人既然来了，能不能帮我们跟朝廷说说，把这笔高利贷给报销了？啊？他说的可是真的。大人，他说的这些账本上确实有记载。大人，您看能否报销？报销你个头！王特使终于忍不住爆了粗口，但他还是不信。离开库房后，他借口天色已晚，想在北凉营这住一晚上，但却趁着夜色，打算带上几个护卫去周遭秘密探查一番。可没想到刚出房门，一支利箭正好射在他的脚下，紧接着是一阵杂乱的马蹄声和喊杀声。有刺客，有响马，保护大人！救命啊！江参军、李将军！把钱交出来！都给，别杀我！我是朝廷命官。片刻后，我带着大批援军举着火把赶到。王特使身上全是尿骚味，缓缓从床底下爬出来。他不知道的是，这是我让毕勒格演的一场戏，并不是真的响马。江参军，我不查了，我不接管了，我要回京，明天一早，不，现在就送我回京。大人，这不好吧？工坊还没交接呢，那20万两的债。不用交接了，债务你们自己扛，工坊还是你们管。本官回去就奏明陛下，北凉工坊虽然亏损，但在江山君的带领下，还在苦苦支撑，是为国分忧。大人英明啊！既然大人这么体恤下情，那下官就斗胆，请大人留下那份全权委托书，顺便把这次被响马抢走的损失算在工坊的烂账里。都算。第二天一早，天还没亮，王特使的马车就逃命似的冲出北凉。我一声令下，北凉工坊再次重建，后山藏着的机器也被拉了回来。几万名流民工人不到3天就把厂房重新建好，甩开膀子开始干活。而我正坐在工坊顶楼的总经理办公室，惬意地看着这一切。参军，这可是咱们工坊里最好的料子啊！这么好的东西，咱们自己兄弟都没舍得穿，真要卖给京城那帮狗官。瞎子，你觉得这东西值多少钱？怎么也得50两银子吧。50两，这东西我要卖500两。500两，抢钱啊！京城那帮官老爷虽然有钱，但也不是傻子啊。在京城，一件东西值不值钱，不看它好不好用，看它够不够贵，够不够稀有。咱们这披风以后不叫羊皮袄了，改个名叫北境雪绒。另外，咱们得编个故事，就说这里面的绒不是普通的鸭绒，而是阴山绝顶上一种叫雪鹫的神鸟的绒毛，它3年才掉一次毛，收集极其困难。你也太能吹了！什么雪鹫？那不就是后面鸭圈里那群鸭子身上拔下来的吗？还是我昨天亲自去喂的？大人说话，小孩别插嘴。
这故事就这么编，越玄乎越好。然后咱们只做100件，多了没有？每一件上面都绣上编号，从天字1号到天字100号，这就是奢侈品。奢侈品。可是参军，咱们把这么好的东西卖给他们，让他们舒舒服服的过冬，这不是资敌吗？瞎子，你只看到了第一层，这100件就是5万两。这5万两银子在京城那些权贵手里，顶多是多买几个歌姬，多摆几桌酒席，但到了咱们手里，能养活咱们黑龙营整整1年。等有一天咱们带着黑龙营杀进京城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发现，砍在他们脖子上的刀就是他们自己花钱买的。这就是那个所谓的经济制裁吗？用糖衣包裹着毒药，让敌人在享受中慢慢虚弱，而自己则在暗中疯狂生长。这招太高了，比富汉直接去抢要狠毒1万倍。学会了吗，狼崽子？这世上最锋利的刀不是铁打的，是银子铸的。学会了怎么花钱，你就学会了怎么杀人。参军，我想求您一件事。说。我想进黑龙营，我想跟你学。参军不可啊，这狼崽子毕竟是蛮子王子，让他学了本事，将来反噬怎么办？好，看见那个正在练飞刀的瘦子了吗？他叫郎九，是你这一批里最狠的一个。什么时候你能在他手底下撑过10招不死，我就让你进黑龙营。但是现在给我滚回去劈柴，今天的柴火不够，晚上没饭吃。参军这狼崽子心气儿太高了，咱们真要养虎为患。他现在顶多算只野猫，想成虎还得再练练。而且如果有一天金帐王庭的新汉王是用咱们大钱的兵法、咱们的武器，甚至咱们的思维去统治草原，那你觉得那片草原还是原来的草原吗？那将是咱们北凉最忠诚的藩篱。西边的黑风口出事了，大晋的铁夫屠越界了。他们有多少人？300重骑，他们在追杀一支商队，说是商队里藏了大晋的叛徒。300重骑，难道是铁浮屠追杀叛徒追到我北凉的地界来了？瞎子，吹集结号，黑龙营全体集合，敢把爪子伸进老子的地盘，老子就给他剁下来炖汤。黑龙营的兄弟们，有人在咱们家门口撒野，是大晋的铁王八，告诉我怎么办？出发去黑风口。风雪中，这支黑色的军队如同一条出渊的恶龙，跟着我朝西方席卷而去。而我余光一瞥，发现在队伍的末尾，毕勒格手里握着一把柴刀，偷偷跟了上来。这是一堂关于怎么杀掉比自己强大10倍的敌人的课，而他已经学会了自我学习。控制一下！前面！跑！爷爷快跑啊！跑不掉了！前面的军爷，救命！我是……闭嘴！这就是铁浮屠。大前的边军。本将乃大晋虎威将军赫连铁树，正在追捕朝廷要犯。识相的把路让开，把人交出来，否则连你们一起碾碎。哦，这么装，我们就站在这儿看看你是怎么碾碎我们的。既然找死，那就成全你们。众将士听令，给我冲锋，踏平他们。完了，全完了。在平原上，300铁浮屠敢冲3万部族大阵，他只有500部族，怎么敢啊？以灵巧与速度著称的骑兵，却被套上重达200斤的盔甲，虽然失去了机动性，却造就了冷兵器时代最强骑兵——铁浮屠。他们刀枪不入，箭射无痕，只需300铁骑就能冲烂3万部族大阵。可当我面对敌军铁浮屠的冲锋时，却丝毫不慌，因为我知道打败他们的办法。正是他们身上那厚重的盔甲。踏平他们！杀！300铁骑同时启动，一开始很慢，但随着距离的拉近，速度越来越快，就连整个峡谷都在颤抖。我却没想着逃跑，反而叫手下推来几台简易弹射器。小的们，
告诉这位赫连将军什么叫找死。得令！我一声令下，几十个装满液体的陶罐被抛射出去，却没有一个陶罐砸中那300铁骑，因为我的目标是他们前方的冰面。就靠这点破烂，还敢在我面前叫嚣？给你的破罐子砸中了，又怎么？刺耳的摩擦声响起，冲在最前面的几十匹战马瞬间失去了平衡，他们想要止，但厚重盔甲带来的巨大惯性推着他们往前滑。因为我的陶罐里装的是老黄特制的润滑油，300铁浮屠瞬间就在这狭窄的山口挤成了一团废铁。这是什么妖术？妖术？这叫摩擦力。赫连将军，物理没学好，这就敢出来混？黑龙营听令，全体都有。上开灌气。对于重骑兵来说，刀砍不透，枪扎不进，但这种凿子只要对准甲缝，一锤子下去，赶紧干活！这300套重甲可是好东西，把里面的人掏出来扔了，甲洗干净带回去。咱们黑龙营以后也要组建自己的重骑兵。是。老人家受惊了。你是强盗？强盗？这双手不是拿刀的，是拿锤子的。赫连铁树这只疯狗追了他们几百里，肯定有原因。老人家，如果我没猜错，您应该是大晋神机营的大将吧？老朽公叔也，这是我孙女灵儿。公叔也捡到宝了。据说公叔家是墨家机关术的传人，大晋的重弩、工程车，还有这铁浮屠的铠甲，都是公叔家设计的。原来是公叔大师，失敬失敬。早就听说公叔家的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果然风尘仆仆。大师，您看这天寒地冻的，咱们别在这儿站着了，回城。我给您安排最好的上房，请最好的厨子。哦，对了，您怀里的包要是太沉，我可以帮您拿。不必了，这是老朽的命根子。好好好，您自己拿着。反正人都在手里了，东西还能跑呢。参军，那300个铁罐头真的就这么完了？怎么觉得不够壮烈？觉得没有那种骑兵对冲的热血？狼崽子，记住一句话：战争的艺术不是看谁死的人多，也不是看谁吼的声音大，而是看谁能用最小的代价换最大的战果。这就叫降维打击。降维打击。行了，别琢磨了，回去赶紧把柴劈了。今天准许你吃肉，得快点做出新武器了。拖油这法子在冬天还行，一旦到春天，冰雪消融，我还真对付不了那大晋的铁浮屠。赫连铁树没回来。回大帅，没回来。黑风口全是尸体，300铁浮屠无一生还。好，大前那边是谁领兵？是个叫江鼎的参军，带着500个死囚。江鼎，有点意思。看来这北境出人物了，传令下去收缩防线。那个公叔老头既然跑了，就让他跑吧。反正那张神臂弩的图纸是残缺的，等到春暖花开，本帅亲自带兵去会会这个江鼎。我倒要看看他的那些小聪明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能撑多久。打赢了，打赢了！将军，从今天起，咱们北凉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脸色了。咱们不仅有钱、有粮、有装备，咱们还有了最好的工匠，那是我们争霸天下的底气。哼哼，不行，还是不行，简直是暴殄天物。这是上好的碱铁，你们就用这种土窑子烧，温度不够，杂质排不出去，炼出来的就是一堆脆得跟饼干一样的垃圾。老头，你行你上啊！这已经是咱们这最好的煤了，风箱也被俺拉得冒烟了，还要咋样？你那是蛮力，炼铁讲究的是火候，是炉温，不可理喻。朽木不可雕，老夫不伺候了，我要带孙女走。走，往哪走？公叔大师，
您这脾气可真大，这还没开始干活呢，就要撂挑子。江参军，老夫承认你有点小聪明，能灭了赫连铁树，但在炼器一道上，你就是个外行。这种破烂工坊，连给大晋神机营提鞋都不配。老夫留在这儿，那是侮辱祖宗的手艺。外行，大师说的对，这炉子确实是个垃圾。我这几天已经在想法子改进了。大师看看这个，这是我闲着没事画的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入得了您的法眼。把废气引回来预热，这能把炉温提高至少3成。一旦到了那个温度，铁水就会像水一样稀，杂质自然就……这图是谁画的？墨家巨子还是哪位隐士高人？难不成是作者寒门动画给你的？别猜了，就是我画的，而且我还有神技呀！水力断锤，利用黑水河的水流带动巨大的轮轴，提起几百斤重的大铁锤，然后重重砸下。老朽服了，这北凉工坊确实有资格让老朽留下。这就对了嘛！既然留下了，那咱们就谈谈那个油布包里的东西吧。怎么还藏着掖着？赫连铁树那只疯狗追了你几百里，肯定是要你那里面的东西吧？说实话，我只是单纯的好奇，说不定我还看不上眼呢。看不上眼？这里面是老夫毕生心血三弓床弩的改进版，只需3人操作，射程可达1200步。是吗？给我看看，让你长长见识。反正没有我，你也做不出来。你干什么？这是老朽的心血。大师，时代变了，我们要的不是这种只能守城的死物，我们要的是……这是真理。公叔大师，您懂火药吧？我们要做的不是把一根铁棍子射出去，而是把一包炸药扔到蛮子的头顶上。只要大致方向对了，轰的一声，方圆10丈，人马俱碎。这就是口径即正义，射程即真理。如果真如他所说，这东西一旦造出来，将会彻底终结重骑兵的时代。可是江参军，这东西伤天害理啊！大师，您要是觉得这东西太残忍，可以不造，但我可以告诉你，大晋那边已经在研究火器了。如果我们不造，将来被炸碎的就是咱们的黑龙营，是咱们虎头城的百姓。一旦失去了我们的庇护，您和您孙女又该逃到哪里去？公叔也沉默了，他最终咬了咬牙，加入了我的北凉真理部。半个月后，北凉攻防的后山突然传来一声巨响。那是什么？这就是真理的味道。将军，以后跟蛮子讲道理的时候，记得带上这个。江鼎，你真的是人吗？当然是人，只不过是个比较怕死，所以想把别人都弄死的好人。参军、将军，不好了！出什么事儿了？京城那边天上人间传回来的消息。天上人间是我让地老鼠在京城开的一家花楼，表面上做着风月生意，可实际上却是我的情报收集所。当瞎子把一封密信递给我时，我才知道那狗皇帝又搞事了。皇帝下旨了，因为北境无战事，他要削减镇北军的军饷，而且他把原本属于咱们的粮草调拨给了西边的平西军，说是西边大晋有异动，要优先保障那边。将军不必生气，我们还有大厨。若没有军饷，光靠大厨的生意，恐怕也难以维持北凉军的开销。就告诉逍遥王，我要跟他做一笔更大的买卖。既然大钱的皇帝不给咱们粮，那咱们就帮大厨把大钱的粮仓给搬空。城里的官员在惬意地喝着花酒，可守城的士兵却只能喝桶里的干水。这就是末代王朝的真实写照。镇北军为皇帝镇守边疆数十年，皇帝却直接停了他们的军饷。当圣旨到来的那一刻，众将领便决定杀上京城。可我却知道，一旦造反，便正中皇帝下怀。将军，只要您一句话，咱们就杀进京城。江鼎，你说，皇帝这是什么意思？还能有什么意思？他怕咱们拥兵自重，想削咱们兵权呗。他就不怕咱们反了吗？反？咱们要是反了，他就有借口调动天下兵马围剿。咱们要是不反，那就得乖乖
把工坊的钱拿出来填军费的窟窿，直到把咱们吸干为止。这叫钝刀子割肉。那怎么办？军中存粮只够半个月了，10万大军加上10万流民，20万张嘴，半个月后不用蛮子打，咱们自己就得炸营。半个月足够了，将军。既然皇帝不给咱们粮，那咱们就自己去拿。大前江南的官仓，咱们就去拿这里的粮。可是江南是大前的腹地，隔着几千里，而且朝廷严禁粮食北运，咱们怎么拿？这就得靠咱们的老朋友了。算算日子，那位逍遥王爷的第2批车队应该快到了吧？江参军，我的财神爷，你不知道我刚把第1批的1万件暖身甲运回大楚，一下就卖光了。而且啊，一些贵族为了抢背心，甚至愿意出500两银子的高价。这次本王可是把家底都搬来了，粮食、铁矿、布匹，你要什么有什么，只要你那个雪绒和暖身甲能足量供应。王爷，这生意怕是做不成了。为什么？出什么事了？王爷有所不知，大前皇帝下旨了，削减了我们的军饷，还要查封工坊。现在我们连饭都吃不上了，哪有力气做衣服？我正准备把工坊关了，带着兄弟们去讨饭呢。这小子是在要价呢。不过要是货物能供应得上，要点价倒也无所谓。江参军，你就直说吧，缺多少粮？本王这次带来了5万担，够不够？不够，我要50万石。啊？多少？50万担？你当本王是种粮食的吗？真要给你了，大楚国库都得空一半，而且路途遥远，运费就是个天价。王爷，别急着拒绝。尝尝。哦，这是酒，好酒。这酒比大楚最好的醉仙酿还要烈上10倍，而且如此清澈，简直是琼浆玉液。这叫高纯度蒸馏酒，当然也有个更好听的名字——烧刀子，至尊版。我要卖这酒，50万担就50万担了，我给。但我不要你们大楚的粮，大楚离这儿太远，运过来太慢。那你还能要哪里的粮？我要大前江南的粮。王爷，您是大楚的亲王，手里握着通关文牒，大前南方的那些贪官哪个不跟您有生意往来？我要您出面，用银子去买大前江南官仓里的陈粮，就说是大楚遭了灾，急需买粮。那些贪官为了中饱私囊，绝对敢卖。然后您用大楚的商船沿着运河一路北上，直接运到咱们交易的渡口。这可是走私军粮、杀头的罪。在大前的地界上，谁敢杀大楚的逍遥王？而且这利润，这一张通行证给你，以后大楚的商队在北境行走，黑龙营护送，免税。这意味着您将垄断整个北方的贸易网。这有了这2样，我将成为天下最富有的王。合作愉快。半个月后，在大前的江南道，无数挂着大楚旗号的商船停靠在码头。正如我预期的一样，那些大前的粮道官员把库里挤压的米全都低价卖给了大楚，可钱全都进了自己的口袋。而大楚商船并没有第一时间回楚国，反而调转船头，一路北上。沿途的关卡官员看着塞过来的几锭银子和几瓶北凉烧刀子，全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这一幕幕简直是这腐朽王朝最讽刺的写照。我以前以为大前的敌人是蛮子，是大晋，现在我才明白，大前最大的敌人是他自己，是那些贪婪的蛀虫。将军，别替皇帝心疼了，这些粮食留在江南也只会被老鼠吃掉，到了咱们这儿，至少能变成杀敌的力量。看懂了吗，狼崽子？看懂了，不用一兵一卒就能把一个国家的粮仓搬空，这种仗比杀人更可怕。如果有一天你也用这招对付我们草原呢？比如你高价收购我们的羊毛，让我们只顾着养羊，不再养马，不再练兵，等我们离不开你的粮食和茶叶时，你突然断供。这小子的悟性简直妖孽，这不就是后世的贸易战和单一经济陷阱吗？好小子，真不愧是我教出来的。你说的对，这确实是我给你准备的最后一张牌。
所以你要学这个世界弱肉强食，不仅仅是刀剑的强弱，更是脑子的强弱。我会学的，我会比你更聪明、更狠，然后打败你。拭目以待。将军，还有一件正事，公输大师的真理已经造出来了，咱们得找个地方试试想。你想去哪里试？听说大晋边境有个碎叶城，里面驻扎着那只被打残了的铁浮屠残部赫连铁树死了，他的副将还在叫嚣着要报仇，咱们去送他们一程，顺便让这天下人听听咱们北凉的声音。那个穿白毛皮的就是江鼎，就是他阴死了赫连将军。回将军正是此人，号称黑阎罗将军。阎罗，我看是神棍吧？500不足就敢来攻我碎叶城，真当我大晋的刀不利？要不要派铁浮屠出城冲杀？这小子诡计多端，黑风口的教训不能忘。他在那边挖坑，可能就是为了预防铁浮屠冲锋。咱们粮草充足，只需守着城墙，跟他们耗就行。一旦进入射程范围，就把他们射成刺猬。参军，他们打算当缩头乌龟呢。缩头乌龟好啊，我就怕他们跑出来，那就不好瞄准了。面对敌军城墙上密密麻麻的弓弩手，我不往后撤，反而令士兵在城墙下快速挖坑。因为我知道古代弩箭射程最远不过300米，但我却停在了301米的距离。而之所以要在此处挖坑，是因为我要把树干插进土里，但并不是为了修建掩体，而是为了进攻。这些树干十分粗大，且全部被掏空气，外面箍了整整10道铁箍，这就成了简易的迫击炮。为了防止炸膛，下半截还深深地埋在土里，夯实了泥土来吸收后坐力。将士可少来！大师，角度调好了吗？调好了，但这能行吗？这么大一包火药，要是扔不出去，咱们自己可就上天了。放心，物理学不会骗人。准备。那是什么？投石车？没看见杠杆啊！弩箭哪有这么胖的弩箭？第一个炸药包终于到场，那些身穿重甲的大地士兵连惨叫都来不及，这被气浪掀飞出去，就连坚固的石质城堡也被打碎。但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剩下9个炸药包也到了，碎叶城的城墙瞬间被火海和硝烟吞没。这就是真理？这还是人打仗吗？这是神法。那我就是这个世界的神，狼崽子！记住这种感觉，在这种力量面前，什么骑射，什么无用，都是笑话。硝烟散去，原本城墙上密密麻麻的守军，此刻已经倒在地上，只用了半个小时，这座号称固若金汤的碎叶城便易主。可我进城时却发现，拓跋宏竟然没死。妖术，真惨！拓跋将军，醒醒，别念叨妖术了。回去告诉你们大帅宇文成都，就说这玩意儿叫北凉1号。参军要我杀了他吗？放了吧。啊，不杀。杀了他谁去报信？我要让这恐惧像瘟疫一样在大晋的军营里传开，让他们知道时代变了。你是说10个木头几声巨响，城墙就塌了，人就死光了？大帅，那是雷公，他们能召唤雷公。妖言惑众，拖出去斩了！如果那东西能轻易轰碎城墙，那大晋引以为傲的防线，在北凉面前岂不是成了摆设？江鼎，看来本帅得提前动手了。此子不除，必成大患。传令，集结3军，让神机营把所有的攻城器械都拉出来。等开春雪化，本帅要踏平虎头城。我要看看，到底是他的妖术厉害，还是我大晋的100万雄师厉害。自这事以后，无论是蛮子亦或是大晋，都不敢再来骚扰北凉，但我却总有一股不祥的预感。所以上元节刚过，虎头城里的年味还没散尽，空气里便多了一股子燥热的火药味。
那是我令公叔也在不断的改造真理大炮。正当一切都在以好的方向发展时，老黄却像个幽灵一样从阴影里钻了出来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冲着我比了个隐晦的手势。这是黑龙营特有的暗号，看来家里进老鼠了。皇子殿下，谁？奴才也是草原的孩子，如今潜伏在大晋那边做事，今日特来救殿下回王庭。救我？你是大晋的人还是富汉的人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宇文大帅知道殿下在此受辱，特意派小人来联络，只要殿下肯配合，大晋愿助殿下脱困，甚至助殿下夺取汉位。大晋会这么好心？你们是被那个黑阎罗打怕了吧？想利用我搞乱虎头城？这小孩才8岁，怎么这么难缠？殿下聪明，我就明说了，北凉工坊的火药库就在后山，只要殿下能把这个扔进去，趁着大乱我就能带殿下走。这只是一笔交易，而且是您想要的交易，毁了江鼎的根基，报了您的仇，还能回家。殿下，您还在犹豫什么？难道您真的甘心给那个男人当一辈子的奴隶？他说的对，江鼎烧了我家的牧场，杀了我家的牛羊，还让我在这儿喂马劈柴，受尽屈辱。只要我按照他的做，这一切就结束了。而且我也能靠别人打败江鼎，兵不厌战，这全是江鼎自己教我的。今晚子时，我会动手，你在哪接应我？就在后山的排污口那里，守备最松。一言为定。只要这东西扔进去，那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就会响起，那个江鼎就会灰飞烟灭。只要这东西扔进去，那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就会响起，那个江鼎就会灰飞烟灭。殿下得手了吗？得手了，但我没扔。为什么？现在不扔更待何时？因为我觉得这笔买卖不划算。你只是个小卒子，就算我烧了火药库，你也未必能带我活着出去。而且我现在觉得留在北凉比回草原更有意思。你疯了？你不想当汉王了？想，做梦都想。但我想当的是那种能把大晋和大钱都踩在脚下的汉王，而不是大晋手里的一条狗。你这种蠢货不配跟我谈交易。找死的小崽子！精彩！狼崽子，刚才那一刀扎得不错，就是力道小了点儿，要是再往上2寸，就能扎断他的大动脉。你早就知道了。废话，这工坊里连只公老鼠我都认识，突然多了一只外来的，我能不知道？我就是想看看你会怎么选，为什么不扔？扔了那个瓶子，我就算不死也得脱层皮。因为你教过我，你说过这世上最锋利的刀是银子，是脑子。这个蠢货只想利用我，他给不了我想要的价码。而你虽然是个混蛋，但你教给我的东西能让我变强。我要留下来，把你的本事都学光，然后再把你杀了。好，小子，你这学费交够了。从今天起，你不用喂马了，去黑龙营报道。是，参军。第二天，在虎头城的教场上，多了一个只有8岁的新兵。他穿着最小号的锁子甲，背着一把比他还高的弩，在泥地里摸爬滚打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，直到春寒料峭，积雪初融，我的真理大炮已经量产完成。可与此同时，在京城的天上人间，地老鼠通过飞鸽传书，给我带来了一则噩耗。信上写了什么？将军，您自己看。兵部密令，着令大晋细作，将北凉防卫图及黑水河防线空虚之实情泄露于宇文成都，许以平西关通商之力，诱大晋出兵，围剿李牧之。怎么了？狼崽子，你不是一直问我什么是政治吗？
今天我教你最后一课。所谓正直，就是当你为了保护一群羊而在前面跟狼拼命的时候，那群羊在后面商量着把你卖给狼，好换几天安稳日子。那还保护他们干什么？将军，您的意思是？传令，全军集结，一级战备。大晋的50万大军来了，而且是带着咱们大前兵部送的地图来的。这一仗，咱们没有援军，没有退路。但若是能打赢，咱们就不再是镇北军了，咱们是北凉军。孙大人，您还在犹豫什么？5万两，这只是定金。只要北凉的防卫图到了宇文大帅手里，剩下的10万两立刻奉上。这不是钱的事。李牧之毕竟是朝廷大将，若是被查出来，查？谁查？严阁老想让李牧之死，因为李牧之不听话；陛下想让李牧之死，因为李牧之功高震主。您把图纸给我们，是在帮陛下分忧啊！借我们的刀，杀陛下想杀又不敢杀的人，这叫忠君体国。忠君体国？是啊，李牧之威胁皇权，还挡了大家发财的路。北境的军费每年是个无底洞，若是他死了，这笔钱不就省下来了吗？图纸给你。将军，天上人间已经查明是兵部尚书孙之丢泄露的图纸，手上这张图纸是泄密版防卫图副本。孙知县卖出去的图上重点标了2个死穴。这老贼直接把我们北凉的底扒出来了。这2处死穴，一处是黑水河防线，冰层都融化了，在这只要铺设浮桥，大军就能长驱直入；另一处是虎头城的东门，那里的城墙年久失修，且地基松软，不适合架设重弩。将军，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儿。好事？要是没有这张图，宇文成都那只老狐狸肯定会稳扎稳打，那是咱们最不想看到的，咱们耗不起。但现在有了这张图，他就会觉得握住了胜利的钥匙，放心大胆的来进攻。你想搞伏击？对，宇文成都不是喜欢重骑兵吗？黑水河岸边是一片开阔地，最适合重骑兵冲锋。如果他知道那里只有3000老弱，他一定会让铁符土打头阵，撕开缺口。我们要在那片开阔地下面给他埋点土特产。你是要用真理大炮？这次换个新的，地雷。可是如果他们不走黑水河，而是攻东门呢？那更好。大晋的军队习惯了野战冲杀，进了城就是瞎子，咱们就跟他们玩捉迷藏，玩下毒，玩陷阱，把那片空地变成绞肉机。好，就按你的想法来，将计就计，给宇文成都留这扇门，我看他敢不敢进。兄弟们，朝廷没钱了，我们的军饷发不出来了。兄弟们，朝廷没钱了，我们的军饷发不出来了。但是北凉有钱，江参军说了，朝廷不养咱们，北凉养。皇帝不给咱们饭吃，咱们自己挣。从今天起，你们不再是大秦的兵，你们是北凉的兵。我李牧之把话放在这儿，只要北凉的大旗不倒，我就绝不会让任何一个兄弟饿死，哪怕是去抢，我也要带你们抢出一条活路来。这才像样嘛！如果我也能有这样一支军队，会有机会的。不过在这之前，你得先学会怎么当好一个诱饵。诱饵？对，我要你写一封信。什么信？宇文成都这次来，除了要灭李牧之，还打着替天行道、解救金帐王子的旗号。毕竟他跟你们蛮族也是有勾结的，所以你得写一封求救信，就说你被我们虐待，快死了，但你偷听到了情报，说虎头城内乱。李牧之和江鼎因为分赃不均火并，防守空虚。为什么要这样写？我这是怕宇文成都不来呢，再给他点勇气。元帅已经核对过了，确实是毕勒格王子的亲笔。闹翻了，呵呵。孙之托的图显示东门和黑水河是弱点，毕勒格的血书说内部空虚，将帅不和，两相印证。传令三军开拔，神机营带上所有的攻城重器，铁浮屠为前锋。本帅要在3月3龙抬头的那一天，在虎头城的城楼上喝酒，告诉将士们，破城之后3日不封刀，虎头城的金银女人全是他们的。
3月3，龙抬头。按照大前的习俗，这一天是万物复苏的日子，老百姓要剃龙头，吃春饼，祈求一年风调雨顺。但今年的虎头城没有春饼，只有漫天的杀气。城中百姓都撤离了，城内空无一人。而在城头上，我和李牧之正坐在椅子上温酒，并把城门打开，准备迎接远道而来的贵客。来了。空城计，按照毕勒格的血书和孙之梯的情报，虎头城现在应该是一片混乱，两派火并才对，怎么会这么安静？大帅，会不会有诈？诈！这就是那个江鼎装神弄鬼，敢玩空城计。我身后50万大军，就算有陷阱，我也能把他填平了。传令前锋营铁浮屠分出3000骑，给我冲进去。江鼎真的不用关门？关什么门？他们进来后一个也活不了，而且我还要让他们自己把自己烧死，这能行吗？换做正常人可能不行，但宇文成都的部队今天老自信了。将军，您就瞧好了吧。人呢？杂种，侮辱我！他们在那稻草里面，给我上！下马，步战！他们藏在地道里，把他们熏出来！千夫长一声令下，众士兵马上捡起附近的干草，往地洞里扔，接着马上点燃干草。但却在点燃的瞬间，地面忽然响起了滋滋声，那是我提前令人埋在土地下的引线被点燃了。火焰由引线传导，接到四周的易燃物瞬间燃烧。火？怎么有火？快撤！完了！我知道铁浮屠全身骨架，根本不能硬抗，但若是用火，他们那厚厚的铁甲瞬间就会变成烙铁，里面的士兵就像是被扔进了烤箱里的螃蟹，想脱甲都来不及。3000铁浮屠在几分钟后全就变成了烤肉。混账！混账！这是什么战法？只会放火，这就是大前的军队，这分明是一群无赖。大帅，还要攻吗？前锋营好像全军覆没了。攻！传令神机营把工程车推上来，把投石机架起来，我要把这座破城给攻平了。他们竟然带了这么多投石车，江鼎，你……将军，不跑等什么？等被石头砸啊！你小子等等我。没法继续缩在城内了，我之前令军队在附近埋伏，现在就让他们出来，跟宇文成都决一死战。别，咱们这么点人马，怎么敢跟50万大军打？那你有更好的办法？将军，别忘了，咱们还有真理大炮呢。大炮？你放哪儿了？都在这儿呢。大师，那些真理都买好了吗？放心吧，参军。就在城墙外300步的那片开阔地下，为了埋这30门炮，老夫带着徒弟可是挖了整整3天3夜。点火！破城就在今日，兄弟们，冲上去！只要工程塔靠上城墙，虎头城就是咱们的了。金银财宝、女人都在里面等着咱们。鬼，有鬼啊！地裂了，地裂了！那是什么？大帅，妖术，真的是妖术啊！闭嘴！这
绝对不是妖术，是江鼎。他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硝烟慢慢散去，下面那片狼藉的战场上早已空无一人。宇文成都早已吓破了胆，带着剩下的军队离去。此战大捷，可我站在城墙上，却是一阵惋惜。真贵啊！这一炸把咱们库存的火药和废铁全用光了，那可是整整5万两银子啊！5万两换大晋1万精锐，加上他们的胆气，这生意咱们赚了。是赚了，但又没钱了，都愣着干什么？没看见那一地的铁甲和兵器吗？那可都是钱。等火灭了，给老子下去捡。谁要是敢私藏一块铁片，老子剁了他的手。是。将军，这一炸之后，宇文成都至少半个月不敢动弹了。他会被这种未知的恐惧折磨得睡不着觉，他会怀疑每一块土地下面都埋着雷。咱们的时间争取到了，接下来咱们该跟朝廷好好算算那笔军饷的账了。阁老，赵无极被停职查办后，一直在家里装病，但他手底下的那些干儿子干孙子们没闲着，正在四处活动，想给那个阉狗翻案。他翻不了了。昨晚老夫的人在赵无极的别院枯井里挖出了10万两白银。啊，真的挖出来了？老夫说是真的，那就是真的。至于那银子是不是赵无极贪的，反正现在是在他家里挖出来的。而且北边刚刚传来消息，大晋50万大军围攻虎头城，结果败了。败了？李牧之赢了？不仅赢了，而且是大胜。据说用了一种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妖雷，把宇文成都的前锋给炸没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李牧之赢了，说明他还没反，或者说他还没打算现在反。这对我们是个机会。呵呵，没错。既然李牧之没反，那赵无极那个通敌卖国的罪名就坐实了。太绝了！利用李牧之的胜仗来反正赵无极的罪名，这样一来，阁老不仅扳倒了政敌，还顺便拉拢了远在天边的李牧之。阁老英明。备教，老夫要进宫面圣，送咱们那位赵公公上路了。混账东西！事实果然是这样，朕信任他，让他去北境监军。他倒好，不仅贪污受贿，还敢私通敌国，把朕的江山当成他的买卖了。陛下息怒，幸亏李将军忠勇，不为奸人所惑，死守孤城，这才没让大晋的阴谋得逞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！传旨，赵无极通敌卖国，证据确凿，着即凌迟处死，夷3族，其党羽全部下狱，由刑部严查。至于李牧之虽然没反，但那能把大晋50万大军炸回去的妖雷，若是有一天他用在我身上，李爱卿受委屈了，传旨恢复李牧之镇北将军之职，上双凤。另，朕听说李将军至今未婚，膝下无子。朕有一妹长乐公主，温婉娴熟，正值妙龄，着令礼部拟旨，将长乐公主下嫁李牧之，命李牧之即日回京完婚。赐婚？这是恩宠吗？陛下分明是想把李牧之骗回京城啊！将军，恭喜啊！这下终于摆脱单身了。孩子，这并不好笑。不过咱们这位皇帝陛下还真是会做生意，不想给钱，不想给粮，就想送个女人过来，把你这个人连同整个北凉都给收了。长乐公主我见过，是个可怜人。将军，现在不是可怜不可怜的问题，这是个局，你若不去，就是抗旨，就是造反。你若去了，到了京城，没了这10万大军，你就是案板上的肉。那你说去还是不去？去啊，白得个老婆干嘛不去？这可是大钱的公主啊，那是金枝玉叶，要是能把她娶回来当压寨夫人，哦不，当将军夫人，那咱们北凉的腰杆子得多硬。好，那就去。哦，将军这么着急啊？江鼎，别拿我打趣了，我只是想问问那位陛下，他卖我国门的时候，心里到底有没有愧？这次去京城，我并没有带太多人马，
而是把800名黑龙营士兵全都带上。入京城有个规定，不能带任何甲胄武器，可我却让他们全副武装。果然，在到达京城城门口时，就被一队人马拦住。站住！来者可是镇北军。正是，这位大人有何贵干？是要请我们吃饭吗？放肆！本官乃礼部侍郎钱谦益，奉旨在此迎接李将军。你们这群丘巴见了本官，为何不下马？还有，京城重地，不得携带重兵刃。按照大前律例，外臣进京需卸甲解刀，从侧门而入。你们带着这么多兵器，穿着这身装扮，是想造反吗？这位钱大人是吧？你想干什么？钱大人，您刚才说让我们卸甲，这是规矩。钱大人，您搞错了一件事，我们不是来求饭吃的叫花子，我们是镇北军，我们是带着刀来的。他们身上这些甲是大晋铁浮屠的甲，是我们镇北军的荣耀。他们没有穿这身甲，万一蛮子又或是大晋搞突然袭击，谁来保护你们这些只会风花雪月的文人？是，江大人，这都是误会。来人，放江大人他们进去，把城门口的石墩子搬走。就不劳烦钱大人了，我们自己来。哑巴，去给钱大人表演个绝活。那石墩可是有1000斤重啊，他单手开拔进城。真肥啊！参军，咱们去哪儿？驿馆在东边。去什么驿馆？走，我带你们去天上人间地老鼠那边，早就把台子搭好了。咱们得去给咱们的北凉特产站台。那李将军呢？他得去兵部交令啊。让将军自己去，那是家事；咱们是去赚钱，那是国事，两不耽误。您可算来了，我想死您了。这就是你搞的天上人间，不错嘛，有点销金窟的意思了。那是现在京城的达官贵人一天不来我这儿消费，浑身都难受。参军，顶楼的帝王包厢一直给您留着呢。不急，先把这800个兄弟安顿好，把那什么最大的那个澡堂子给我清场，让他们好好洗个澡，去晦气。水要热，饭要饱，技师按摩师傅要手艺好的。得嘞，您就瞧好吧。将军，到站了，下来透透气。这就是你的据点，乌烟瘴气。将军，这叫红尘，水至清则无鱼。只有在这种乌烟瘴气的地方，才能听到最真的实话，见到最真的鬼。走吧，咱们上楼，有人在等咱们。江参军、李将军，别来无恙。哟，苏管家，看来严阁老对你不错啊。这身料子是江南织造局的云锦吧？托参军的福，若不是参军的那本账册，在下现在恐怕已经是个死人了。不客气，互利互惠嘛。对了，严阁老让你来，有什么指教？阁老让我给李将军带句话：赵无极虽然倒了，但阉党百足之虫死而不僵，而且陛下对将军的猜忌并没有因为那场胜仗而减少，反而更深了。阁老说这次赐婚是陛下设的局，长乐公主虽然受宠，但她母亲是前朝罪妃，陛下把她嫁给你，既是拉拢，也是监视，更是羞辱。
羞辱。没错，礼部已经在准备大婚的仪程了。他们安排将军在大婚之日要行倒插门之礼，要从偏门入公主府，还要给皇室宗亲下跪敬茶。咱们这位皇帝陛下心眼怎么比针鼻儿还小？这是想给咱们下马威？将军，这婚咱们还结吗？为什么不结？既然是皇帝赐婚，那就要结得风风光光，结得惊天动地。苏管家，回去告诉严阁老，他的好意我心领了。大婚那天，我会让全京城的人知道，到底是谁在羞辱谁。既如此，在下告辞。等等，这是我在天上人间举办的北凉珍宝拍卖会的请柬，3天后举行，请严阁老赏光。这就是我来京城的另一个目的。在3天后，拍卖会在天上人间举行。我带来的那些东西轰动了整个京城，因为那都是这个时代所没有的。仅仅一瓶劣质香水就卖出了300两的天价。到了晚上，我面前的桌子上就堆着整整30万两银票。参军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这才哪到哪，给，这次做的不错。参军，那接下来呢？接下来咱们该准备喝喜酒了。别动别动！我说将军，您这身板太硬了，这喜服是绸缎的，不是铁甲啊。您轻点折腾，别给撑裂了。这衣服是不是太艳了？艳，这就对了，穿红点喜庆。再说了，待会儿咱们还要去打仗呢，穿红的吉利。打仗？你是说？哎，不是动刀子的仗，是动嘴皮子的仗。我收到风声，礼部尚书那个老酸儒给你准备了一道下马威。按照大前祖制，上公主是入赘皇家，驸马进公主府，不能走正门，得走西侧门。欺人太甚！我在书上看过，驸马虽然是臣，但也是夫。夫为妻纲，让丈夫钻狗洞去见妻子，这是把将军的脸面往泥里踩死。学得挺快，但这不仅是踩脸，这是在驯兽。皇帝想告诉天下人，哪怕是威震北凉的李牧之到了皇家门口，也得乖乖低头当狗。走吧，我是去娶妻，不是去争强斗狠。只要能把人娶回来，走哪个门不重要。将军，您可以不在乎，但北凉那10万兄弟在乎。如果您今天弯了腰，那我们在北境流的血就成了笑话。您放心，这开门的事交给我。吉时已到，公主府所在的整条街都被红装铺满了，围观的百姓人山人海，都想沾沾这皇家的喜气。而在公主府的大门前，气氛却有些诡异。那扇朱红色的中门紧紧闭着，只有旁边的一扇仅容一人通过的西侧门开着。我们的迎亲队伍一出现，就看见钱谦益不怀好意地迎了上来。吉时已到，请驸马爷下轿，行，却山里由西侧门入府，跪谢皇恩。钱大人，您是不是老眼昏花，看错门了？这么大个正门，您不让我们走，非让我们挤那个耗子洞。我们将军身板宽，怕卡在里面出不来啊。这是祖制，上公主乃是入赘，驸马即是臣，臣入军门，岂可走中道？这西侧门乃是谦恭门，意在告诫驸马要恪守臣节。我们若不走呢？这是规矩，是皇命。江鼎，你若敢抗命，便是对公主不敬，对陛下不敬。不敬？既然钱大人不开门，那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了。哑巴，告诉钱大人，咱们北凉人遇到关着的门，一般是怎么做的？放肆！我定要禀报陛下，治你们的罪。治罪？这800个士兵穿的甲，每一件都沾着蛮子和大晋人的血。想必大家也知道，我们镇北军刚赶走了蛮子和大晋，这都是我们用命换来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些甲代表着咱们大钱的荣耀与战功。请问钱大人，大钱的荣耀、大钱的战功也要走狗洞吗？这是啊，人家可是打了胜仗的大英雄，让英雄钻狗洞，这不合适吧？你要是嫌命长，可以继续，不过晚上睡觉可得小心点。起轿。我原本以为自己要嫁的是一个粗鲁的武夫，一个为了权势向皇兄低头的软蛋，没想到竟是我猜错了。
那个骑马的人是谁？回公主，那是李牧之手下的狗头军师，叫江鼎，是个出了名的无赖。无赖吗？真有意思。公主，天色不早了，你是金枝玉叶，我是边关粗人。这桩婚事是陛下硬塞给我们的。我知道你心里委屈，你放心，今晚我睡地上，不会碰你。将军是在嫌弃我，还是在怕我？怕你。怕我是皇兄派来的眼线，怕我这枕边人半夜拿刀割了你的喉咙。将军，既然进了这道门，有些话咱们还是敞开了说比较好。将军，请饮此杯。这酒里有东西。有醉先散，皇兄给我的，说是能让将军睡个好觉，一觉睡到天牢里。那你还让我喝？我只是想告诉将军，这酒里有什么。我是赵家的女儿，但我也是李家的媳妇儿。皇兄做的一切事情我都知道，他想利用我，但他忘了一件事，女人出嫁从夫，如果我的丈夫死了，我这个前朝最妃生的女儿在宫里只会死得更惨。所以李牧之，你想造反也好，想割据也罢，只要你能活着，只要你能护住我，我就是你的人。哪怕你要杀进皇宫，我也给你磨刀。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？因为我想活。将军，外面的那些刀斧手已经被你那个叫江鼎的参军给盯上了吧？今晚这公主府里怕是要见血，我不想看，也不敢看，所以咱们歇着吧，外面的事交给外面的人去办。感觉到了吗？他在跳。感觉到了吗？他在跳。从今天起，我这条命就拴在你的马鞍上了。你胜，他跳；你败，他停。你先睡吧，今晚没人能进这间屋子。参军来了。谁？我是你祖宗。大喜的日子，你们不睡觉，跑到这儿来听墙根，怎么想学洞房啊？杀了他！脾气真暴躁。什么？动手，但别弄出声。将军在里面办事呢，下软了唯你们是问。有埋伏！撤！快撤！撤！快撤！想跑？今晚这公主府只进不出。这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。不一会，后花园里横七竖八的躺满了尸体。我走到一具尸体前，搜着身，果然搜出一块金牌。果然是皇帝的人。瞎子，把这块牌子还有这500颗人头装车。装车？送哪儿去？送皇宫。明天一早，我要让他们出现在午门外。我要告诉咱们那位皇帝陛下，这份回礼我们北凉收下了，但下次再送，记得送点值钱的。这些烂肉，我们家的狗都不吃。次日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照进公主府时，后花园里已经恢复了宁静。李牧之推开房门，当看见那辆已经装满货物并驶向皇宫的大车时，就明白了一切。早啊，将军，昨晚睡得可好？辛苦了。不辛苦，就是有点饿。江参军，早膳已经备好了，本宫……哦不，我亲自下厨做的。多谢嫂子。家安了，后路稳了，也该回去了。那咱们得快些走，昨晚的事，皇兄一定会追究的。放心吧。
他不敢追究的。我在那群刺客身上搜到了令牌，这事若是传出去，天下人该怎么看这个皇帝？不过这破地方我早就不想待了，但走之前还得去见一个人。见谁？严阁老。来了，坐。这是今年的雨前龙井。淡了点儿，不如咱们北凉的烧刀子有劲。呵呵，昨晚的事老夫听说了，陛下今早连早朝都没上，说是头风犯了。那是陛下龙体欠安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阁老今天找我们来，不会就是为了请我们喝茶吧？这是兵部和户部联合签发的通关令。有了这块牌子，你们回北凉的路上，沿途关卡不会阻拦，哪怕你们带着那1000车违禁品，也没人敢查。阁老这是何意？您不是一直视我为眼中钉吗？那是以前牧之啊。老夫虽然是个奸臣，但我也是大钱的臣子。这大钱的江山已经烂到根子里了。赵无极虽然死了，但还有无数个赵无极。陛下也不是当年的陛下了。老夫此举不是为了帮你们，而是为了给大钱留条后路。如果有一天京城真的守不住了，老夫希望你们北凉的铁骑还能记得回家的路。哎，咱们北凉现在是生意人，以后若是京城有难，您可以去天上人间下单，只要价钱合适，咱们黑龙营随时可以提供有偿救援服务。好一个生意人，你这小子比牧之有意思多了。我哪能不知道严嵩的意思，也知道李牧之的沉默，索性替他表明北凉的立场。告别了严嵩后，车队准备返程，可那些负责押运货物的黑龙营士兵却吵了起来，因为赵乐变卖了所有家当，换成了许多细盐和药材，再加上我又买了不少粮食，导致原本准备的大车不够用了。老夫的神臂弩怕潮，得睡这辆有棚子的车。老子这车装的是给参军酿酒用的葡萄干，压坏了你赔得起吗？都闭嘴！你的神臂弩怕潮，那就把车挪到队伍中间，那里风小，但是你的车轴承重不够，卸下一半弩机，放到后面运煤的车上去。葡萄干不怕压，怕热，你的车去队尾，那是下风口，凉快。还有那边的工匠，别像赶鸭子一样乱跑。10人一组，每组负责照看3辆车，谁的车轮子陷进泥里了，全组没饭吃。现在按我说的做，半个时辰后，我要看到车队排成一字长蛇，粮草在内，铁器在外。做不到的，今晚负责给全一洗袜子。将军，看见没？有个女人管着，这帮野狗才像个人样。将军，你也别闲着，晚上给嫂子打盆洗脚水去，这叫夫道。虎头城的春天来得比京城晚了1个月。当车队到达城门口时，那漫天的煤灰与一股臭味扑面而来。刚下马车的赵乐被呛得直咳嗽，他用袖帕捂着鼻子，震惊地看着眼前这座城市。这哪里是城？这分明就是一个巨大的、冒着黑烟的大工地。这就是北凉。嘿嘿，嫂子，条件是艰苦了点，但这味儿那是钱的味儿啊！您看那边的烟囱冒的不是烟，那是银子。乐儿，驿馆已经收拾出来了，虽然简陋，但还算干净。乐儿，驿馆已经收拾出来了，虽然简陋，但还算干净。不去驿馆，直接去库房，还有账房。江参军，既然你把后勤交给了我，那我就得先摸摸家底。我想看看你这所谓的日进斗金到底是怎么个进法。我靠，那账本那是出了名的烂账，全是也许差不多。那个嫂子刚回来，不用这么急吧？要不先吃口热饭？查完再吃，带路。这就是你们的账。2月15，情报科领银300两，用途喝酒听曲。瞎子，你是去打探情报，还是去逛窑子？这300两，你能给我列出个明细来吗？那打探消息不得请人喝酒吗？这哪有明细呀？没有明细，以后1文钱都别想领。参军，这就是你管的家，你这分明就是败家，这也就是现在进项多，掩盖了窟窿。要是哪天生意不好了，就凭你们这种花钱法，北凉撑不过3个月就得破产。那个
嫂子教训的是。听着赵乐生气的话语，我知道今后的好日子到头了，但我却没有半点不开心。将军真的是简单本了。以前我只懂大方向的经济战，懂技术，但对于这种精细化的财务管理，我确实是个大漏勺。以前是没办法，只能粗放经营，现在看来，笔墨伺候，从今天起立规矩。至于参军你你的小金库充公，以后凡是超过1000两的支出，必须有我和将军的双重签字。不要啊，嫂子，那是我的私房钱，我要留着娶媳妇的。等你娶媳妇的时候，我会给你包个大红包。现在那是北凉的军费，充公。笑什么笑？你也跑不了。以后每天去给夫人磨墨，学会了算账再回来。这一夜，北凉攻方的灯火通明，在赵乐的指挥下，虽然大家叫苦连天，但每个人都惊讶地发现，原本混乱不堪的攻防，竟然开始变得井井有条，物资不再莫名其妙的消失，干活的效率提高了不少。赵乐整日都待在帅帐内指挥，在几天后，他又给镇北军带来了一个惊喜。这是我整理出来的必购清单。咱们现在虽然有钱，但缺的东西还很多，特别是盐和铁。虽然从逍遥王那里买了一些，但那是杯水车薪。我算过了，如果要支撑10万大军和10万流民，咱们还得再开辟一条商路。商路？南边有大楚，已经通了，还缺哪？西域那里盛产铁矿、棉花，还有马匹，而且他们不归大钱管，也不听大晋的。只要咱们有东西跟他们换，那边的商路就是畅通的。可是西边有大晋挡着，那就绕过去。嫂子说的对，西域这块肥肉咱们必须吃下来。而且我听探子说，大晋在西边的矿山里挖出了这个，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，但我知道。这是什么？硝石。咱们现在的火药威力不够，就是因为缺这个。可笑那大晋竟然把这么好的东西当废石扔了。如果咱们能把西边的商路打通，把这硝石运回来。好，这件事让谁去？让瞎子去吧，再带上毕勒格。毕勒格他还是个孩子，他是草原的人，懂马，也懂怎么跟那些蛮不讲理的西域人打交道。让他去历练历练，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而这次西行就是他的成年礼。第二天一早，一支只有50人的小型驼队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虎头城。瞎子带着毕勒格前往西方的黄沙之地。我原本以为这是项极为简单的任务，但没想到1个月后的清晨，就看到一名斥候满身泥泞的冲了进来。参军、将军、瞎子他们回来了。回来了？这么快？不是全回来了，只有瞎子一个人回来了，而且受了重伤，现在就在医馆，老黄正在抢救。什么？怎么样？命保住了，但这口气能不能缓过来，得看今晚。水，参军，东西带回来了。是硝石，纯度极高的硝石。这就是你要的火药引子，西域遍地都是。发生了什么？毕勒格呢？剩下的49个兄弟呢？被扣下了。我们在此沙海的边缘碰上了楼兰国的军队，他们想黑吃黑，死了。没，毕勒格，那小狼崽子长大了，他带着剩下的人推进了一座废弃的古城。他让我带着这包东西先回来报信。他说他是金帐王子，楼兰人不敢杀他，只能拿他当筹码。将军，江鼎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但现在需要冷静。一旦我们派兵去攻打楼兰，那北凉就有可能被大晋趁虚而入，到时候得不偿失。楼兰是个小国，也就是个绿洲城邦，人口不过10万，兵力顶多1万，他们哪来的胆子敢扣咱们北凉的人？除非80%是大晋。宇文成都那老小子正面打不过咱们，就想在后面给咱们使绊子。我走出医馆后，外面的天色阴沉，这是我第一次赤别，但李牧之的担心不无道理。楼兰附近全是黄沙，再加上路途遥远，真理大炮根本运不过去。
若是派上镇北军前去，大晋必定会得到消息，趁虚而入。这是让我头疼了好几天，终于有了办法。干活干得好好的，怎么叫我们到这儿了？你还不知道吧？听说这里的粮食不够了，将军这是要赶我们走。乡亲们，实话告诉你们，咱们确实难。从今天开始，工坊即将削减半数的劳动力。从今天开始，工坊即将削减半数的劳动力。但是从今天起，北凉实行户籍制。凡是拥有这块牌子的人，就是我北凉的子民。有了这块牌子，每个人每月可以去将军府供销社，免费领20斤白面、1斤豆油、半斤猪肉。有了这块牌子，你们的孩子可以免费进北凉学堂读书。有了这块牌子，如果你们战死了，将军府养你们的老人，养你们的孤儿，一直养到18岁。这话一出，人群瞬间炸开了锅。流民们哪里听说过有这种好事？而拿到牌子的方法也十分简单，要么参军，要么认真做工满1年，要么对北凉有功。此外，我还颁布了一条新规定，以后北凉所有的粮油铺子、布庄、盐店全部收归将军府所有，私人不得买卖。还推出了公票，有牌子的凭票购买物资，价格便宜。若是没牌还想买，那便是天价。巨大的福利差，让所有人为了那个北凉户口去拼命，去效忠。参军，按照这个速度，咱们的兵员很快就能扩充到2万。但是，你是想说他们像一群草台班子？当初我刚从死囚营征兵时，那些死囚比这些人还烂。但我知道，正是这种在朝代最底层的人，只要许诺给他们足够大的利益，他们便愿意赴汤蹈火去争取。时间又过去1个月，这些流民经过训练，已然成了一支军纪严明的部队。我知道是时候去攻打楼兰了，但我没动镇北军，而是带上这2万新兵与黑龙营精锐。为了在沙漠中运送真理大炮，我还让公叔爷打造了一种特别的沙锹，它类似雪橇，但底板更宽，更加防线，前面用骆驼拉着，省力了不少。全军加速！天黑之前，我要在楼兰城下埋锅造饭，告诉兄弟们，今晚这顿饭咱们吃楼兰国王的。使者大人，您不是说北凉现在正被你们大晋50万大军围困，自顾不暇吗？为什么我的斥候回报说有一支2万人的军队，正朝着我们杀过来？大王不必惊慌，那不过是些流民组成的乌合之众。那个江鼎就是个被大前朝廷通缉的丧家之犬，他来这儿不过是虚张声势，想要回那个人质罢了。人质？喂，小子，你那个主子带人来救你了，你说我是该把你煮了祭旗，还是把你挂在城头上当挡箭牌？我要是你，现在就会打开城门，跪在地上，准备好烤全羊和美酒。大胆，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！我有沙漠天险，有坚固的城墙，还有大晋的支持，他2万流民能奈我何？流民，你知道我这几天在想什么吗？什么？我在算账，算你们楼兰城能值多少钱。因为我那位老师，他从不做亏本的买卖，他既然带了2万人来，那就说明他要从你这儿拿走的东西至少值2万人的出场费。而你现在的选择不是杀不杀我，而是你想怎么死，是被炸成碎片，还是被那2万个流民撕成碎片？你来人，把他给我吊起来，挂到城门上去，我倒要看看那个江鼎敢不敢动真的。参军，那是毕勒格，这帮畜生把他吊在风口上，这是要晒死他。别急，把这个射进城墙上的柱子啊，这是啥战书？这是账单。欺人太甚，欺人太甚！他以为他是谁？
大前皇帝吗？传令，死守，给我死守！我就不信他们能飞进来。我在城墙外一直等到日落西山，可那城门依然没有动静。无奈，我只能叫公叔野推来真理大炮，调试好角度后，10炮连续落，形成10道抛物线，绕开城墙，直接砸到了城墙内。霎时间，响起了无数楼兰士兵的哀嚎，而阿卜杜在城墙上已然吓瘫在地。国王陛下，我说了，你必败无疑。这是什么妖法？那个江鼎，他是魔鬼吗？大王，别听他废话，趁现在混乱，杀了这小子。只要他死了，江鼎就没有理由。蠢货，你想害死我吗？没看见城外那2万个疯子正等着借口屠城吗？王子，不，爷爷，小祖宗，求求你，快跟那位黑阎罗说说，别打了，我给钱，那张账单上的钱我全给，双倍给。站起来，把城门打开，备好酒席，还有，去把你们库房里最好的波斯地毯铺上。我老师不喜欢走脏路。厚重的城门缓缓打开，没有厮杀，没有抵抗。紧接着，我便看到阿卜杜带着文武百官跑出来，手里捧着那张被他撕碎了又粘起来的账单，还有库房的钥匙，慌忙跪倒在我面前。罪臣阿卜杜恭迎上邦天君。哟，国王陛下，您这礼行的有点大啊，早这么客气多好，非要我放炮，你知道炮弹多贵吗？罪臣该死，罪臣眼瞎。瞎子，带人去库房，把硝石、硫磺还有那些金银细软都给我装车，记住，给国王陛下留点过日子的钱，别让人家饿死。还有，以后这座城由我们接管城防，怕吗？刚开始怕，后来想明白了。我知道，您不会做亏本的买卖，我是您手里的一张牌，您舍不得炸死我。聪明，既然没死，那就别闲着了。这老小子刚才想杀你吧？现在怎么处置？交给你了。这是我交给毕勒格的第3课育人。此时我明显感觉他十分纠结，如若杀了他，固然很解气，但杀了他，楼兰就会乱，北凉还要分兵来管理这个烂摊子，实在不划算。毕勒格思索一阵，最后还是决定拿出短刀，架在了阿卜杜脖子上。阿卜杜，我不杀你，你依然是国王。谢王子，谢殿下。但是从今天起，楼兰不再是大晋的附属，而是北凉的特区。你要把所有的消失矿都交出来，你要帮我们修一条直通虎头城的商道，你要让你的子民去买北凉的货物，作为交换，北凉会保护你。谁敢动你，就是动北凉的钱袋子，不管是大晋还是大钱，都得问问我们的真理，答不答应？狼崽子，你出师了！这笔买卖做得漂亮，传令全军休整1夜，明天一早带着咱们的战利品回家。当晚，楼兰城的王宫里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功宴，2万名北凉新兵吃到了这辈子最好吃的手抓羊肉，喝到了最烈的葡萄酒，他们体会到了胜利者的感觉，对我也更加臣服。但宴会进行到一半，一只信鸽忽然飞到我面前，我取下信鸽上的信筒，才知道这是李牧之发来的加急文书。宇文成都前锋已至黑水河，大军压境速归。参军，你在看什么呢？哦，没什么，继续吃。说吧，怎么回事？夫人，这小子欺负人，他吃了我的豆腐脑不给钱，还说他是黑龙营的英雄，吃我的是给我面子，还把我的摊子给掀了。放屁！老子是没钱吗？老子给的是公票。这老小子说公票是废纸，非要现银，老子一气之下才动的手。再说了，老子在前线拼命，回来吃口豆腐脑怎么了？二狗，黑龙营军规第17条是什么？不得扰民，不得强买强卖，违者杖责20，罚没当月军饷。那你背得挺熟啊。公票是咱们北凉的脸面，他拒收，那是他对咱们没信心。你可以报给市管会去查封他的铺子，去教育他。但你动手掀摊子，那就是流氓行径。咱们北凉是要争天下的，不是当土匪的。来人，二狗，杖责30，把他的名字挂在耻辱榜上，3天不许进食堂吃肉。至于你，北凉境内公票及银票，你拒收公票，罚款5两，但这5两银子
赔给二狗治伤，各打50大板，都服吗？服了，服了。夫人，门外又有人敲鼓。今天都第几个了？让他们进来吧。咦，有这么多人生病吗？神医，我家闺女最近老是想吐，是不是有了？大娘，您闺女那是吃撑了，回去少吃点肉就行。不过我看您闺女这面相，那是旺夫啊。咱们黑龙营有个叫铁柱的百夫长，单身人老实，每个月饷银5两，您要不要考虑考虑？真的5两，借，必须借。黄神医，你这是治病呢，还是拉皮条呢？夫人，这您就不懂了，这叫综合治理。咱们这虎头城现在光棍太多了，那帮黑龙营的小子手里有了钱没处花，荷尔蒙精力没处发泄，容易惹事儿，像二狗那样。而这些流民家里呢，穷得叮当响，就想找个靠山，这不正好配对吗？正好今儿个是初一，咱们搞了个相亲大会，夫人要去指导指导工作吗？都愣着干啥？上啊，郎九！你平时杀人不眨眼，怎么现在连句话都不敢说？那个，俺叫郎九，俺杀人很快的，真的，一刀毙命不疼。俺杀人很快的，真的，一刀毙命不疼。跟姑娘说话，要说你会疼人，不是说你会杀人。妹子别怕，他虽然看着凶，但他每月的饷银都存着没动，还在城里分了一套砖瓦房，这银簪子是他攒了3个月才买的。俺会做饭，也会缝补衣裳。成了，我有媳妇儿了。我也有房，我有猪2头。这才是根，有了家，有了老婆孩子热坑头，这帮野狗就会变成看家护院的忠犬。当大晋的军队再打过来的时候，他们会因为想守护这来之不易的小日子，他们会自发的把敌人的脑袋拧下来。这是走错地儿了，瞎子，咱们是不是走到桃花源了？参军，您可算回来了。这是咋回事儿？没咋回事儿，就是给你这帮只会杀人的兄弟找了个家。听着赵乐的话语，我顿时明白一切。今晚虎头城的灯火比天上的星星还要亮，但这温馨的灯火之下，我却知道宇文成都的大军已经到了黑水河对岸。明天或者是后天，这片刚刚建立起来的乐土就要迎来它最残酷的考验。这次西征带回来的硝石共计5万斤，折银3万两，硫磺2000斤，折银500两，黄金2000两，白银1万两。嫂子，这是饭桌，不是账房，这肉都要凉了，咱能不能先吃饭？急什么？账不对。你从楼兰王宫里搜刮的东西应该不止这些吧？我记得清单上还有1箱子西域宝石，哪儿去了？那个，可能路上颠簸掉了吧？掉了？那我怎么听瞎子说你把那1箱子宝石私下里分给了那2万个新兵当奖金了？那不是为了鼓舞士气吗？那帮小子第一次出远门，不给点甜头，下次谁还跟我去拼命？那你也不能不入账啊！下不为例。得嘞，听嫂子的，吃肉吃肉。多吃点菜，在沙漠里没吃过绿叶子吧？谢谢将军。别叫将军，在家里叫大伯，叫他大娘叫我叔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你现在是我徒弟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懂不懂？虽然我不想当你爹，但辈分不能乱，赶紧叫人。今天的灯光好暖，红烧肉也很香。这里比那只有勾心斗角的金战王庭好多了。大伯、大娘、叔，哎，这就对了嘛，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
既然是一家人，那你那份工钱我就不给你发了啊，反正你也花不着，我帮你存着娶媳妇儿。我就知道你又想贪我的钱，大娘，你看他。好了好了，钱我单独记账，你叔动不了。放心吧，等你娶媳妇儿的时候，大娘给你把咱们北凉最漂亮的姑娘挑一个。江鼎、宇文成都的大军已经在黑水河对岸扎营了。我知道。怕吗？怕个球！将军，等这顿饭吃完了，我再给你说说我的计策。将军，听我的，在这儿，就在这儿埋上500斤炸药，等大晋的前锋一路投，保证炸得他们亲妈都不认识。讲完了吗？讲完了。怎么样？这计划是不是很完美？这叫半渡而击。是很毒，也很狠，但是没用。没用，将军，您别瞧不起火药啊，那威力您是见过的。我不是瞧不起火药，我是太了解宇文成都了。宇文成都是大晋名将，不是莽夫。上次在黑风口吃了你地雷的亏，在碎叶城又吃了你火炮的亏，你觉得他这次还会像傻子一样一头撞进这种明显适合埋伏的浅滩吗？那他走哪儿？总不能飞过来吧？他会走这儿。落凤坡那地方地势高，水流急，不适合架浮桥啊。正因为不适合，所以才安全。宇文成都在赌我们会在浅滩设伏，赌我们会把所有的重火力都集中在好走的地方，所以他会反其道而行之。他会利用今晚的大雨，在落凤坡强行架桥。一旦占据了高地，他的重弩就能居高临下，压制我们的火炮阵地。到时候，他的50万大军就能如洪水般倾泻而下。如果真如李牧之所说，那我在浅滩埋的那些炸药就成了摆设，而北凉的侧翼将完全暴露在敌人的屠刀下。那咱们赶紧把炸药挖出来，移到落凤坡去。来不及了，江鼎，你太依赖那些奇技淫巧了。火药也好，陷阱也罢，那是术，但打仗讲究的是势。既然他想走高地，我就让他走。传令，前军变后军，后军变前军，黑龙营不动，作为预备队，让步兵营扔掉所有的重盾，只带横刀和短矛，立刻出发，前往落凤坡下方的芦苇荡埋伏。记住，是埋伏，不是阻击。没有我的将领，就算敌人的刀架在脖子上，也不许动，不许出声。我要放他们进来，放满5000人，再关门。